北地幽州城。此时小福宝和太子还有幽州王一家坐着马车进了幽州城。幽州王看到城内的样子，心里一阵心疼，这都是他的地盘呀。幽州城因为遭遇了战乱，还有外逃的百姓逐渐返回了城内，所以现在的城内慌乱一片。该死的唐志忠，把我的幽州城弄成了这个样子。小福宝和小世子也站在车座上看着城内的景象，小福宝的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，大战之后还是得休养生息啊。你是幽州王，以后城内的建设还有城外的百姓都要靠你救济啦。这不是皇上的活吗？朝廷不是会帮忙重新建造的吗？这怎么还能用到我呢？幽州王这次也损失了不少，他暗中藏起来的钱可不打算拿出来。你的小心思我早就发现了。小福宝想到他已经派了黑甲军暗中去转移幽州王藏起来的银子，就不再和幽州王打嘴仗了。到时候把钱全给娘亲。这小子从前可没少搜刮，这都是不义之财，他拿的也是心安理得。马车的速度很快，城内的百姓见到王府标记的马车，知道幽州王还活着，也是觉得很奇怪。当初幽州王一家消失得无声无息，他们还以为幽州王他们全都死翘翘了呢，谁料人家活得好好的呢。小陆将军早就接到了太子的消息，知道他们会和幽州王一家一起进城，所以也早早的在王府门口等着了。沈飞和唐之灵两人知道太子和小福宝会来，也是高兴的睡不着。昨天知道小福宝竟然离开了长安来了北地，沈飞真是又急又气。他现在也不后悔用了那些有毒气体了，他也不敢想象唐国公要是知道小福宝和太子来了，会不会对两人动手。毕竟太子可比唐之灵还值钱呢。其实沈飞不知道，唐国公的人早就找上门了。不过小福宝身边的黑甲军可不是吃素的，早就把唐国公派去找人的那几拨人都处理了。当初张远是提供了具体的地址的，而且赵郡和幽州也不远，一天也就到了，只是唐国公没有算到会有黑甲军罢了。马车停下，太子率先下了马车，然后才把小福宝抱了下来。沈飞看到小福宝，眼睛一下子就红了。小福宝，小福宝！小福宝听到沈飞的喊声，急忙挣扎地从太子的身上下来。娘！小福宝迈着小短腿，像个小炮弹一样的向沈飞跑去。小福宝自从知道沈飞还活着的时候，小嘴的弧度就没落下过。仔仔，娘终于看到你了。娘，我好想你呀！仔仔，你长高了。娘亲，我已经3岁了呢。你也才1岁多点儿，什么3岁了？嘿，你个臭小子，就只认你娘是吧？啊，我这个爹你就不认了？小福宝上下扫了一眼唐之灵，见他这人不仅没瘦，反而还强壮了一些，就哼了一声。你这不是挺好的吗？还胖了。这个臭小子瞎说什么大实话呀。他确实是没瘦，因为和扎凡练习骑马和摔跤，是比过去强壮一些了。这俩孩子是男是女？小福宝在心中祈祷，一定要2个都是妹妹，这样娘亲就只有他一个大儿子了。是2个妹妹哦。真的？哈哈，太好了！仔仔，很抱歉没有生个弟弟和你作伴的。我喜欢妹妹，妹妹比弟弟好。沈飞一家人团聚，太子也凑了过来。皇叔，皇婶。太子也听到沈飞又生了2个小闺女，也是好奇的看了几眼。皇叔，这孩子真会长，2个女孩分别像你和皇婶呢。抱我起来，我也看看。太子非常听话的把小福宝抱起来，让他看大筐里的孩子。沈飞和唐之灵2人互相看了一眼，太子这人会不会太好说话了？怎么感觉比他们这对父母还要宠爱小福宝呢？小福宝看到2个小女娃的长相，一下就看上妹妹了。娘亲，我喜欢这个妹妹，她和你好像呀。大妹妹长得更漂亮哟。小福宝看了一眼那个长得像唐之灵的妹妹，撇了撇小嘴。小妹妹更好看。嘿，我说你小子，你这就是区别对待哈。你喜欢你娘对吧？所以就对像她的妹妹好。唐之灵不知道他这话说的有多酸。幽州王已经看了好一会儿，他没出声打扰，也是在观察沈飞。他对能生出小福宝的人也是好奇的很。他觉得小福宝这孩子邪门的很，这孩子不仅长得像父皇，就是性格都像，还时不时的爆出大人的话。
真的不像一个纯粹的小孩子。自家的小世子和小福宝比起来，简直像个智障一样。幽州王和小陆将军寒暄之后就走了过来，他见到唐之灵有些尴尬。这人是他的弟弟，但是皇上还没承认，这要怎么称呼？王爷。幽州王想了想，还是称呼道：唐侯爷。两人个子相当，互相打量对方。唐之灵现在强壮不少，他不自觉地挺起胸脯。锻炼还是好的，他现在比这个弱鸡强多了。幽州王也在不自觉地和唐之灵做比较，这小子长得也不像父皇，怎么生出的孩子能这么像？像的都好似父皇又重新活了一遍似的。还有这个弟弟还背了一个大边筐，像个老农一样，这是在搞笑呢吗？也对，这家伙就是在屯田司干活的呢。幽州王想到这里，又觉得先皇对他还是不错的，至少他是王爷，还有封地呢。幽州王不自觉的也挺起胸膛，有些瘦弱的肩膀显得整个人更加单薄了。幽州王和唐之灵互相打量着，都觉得自己比对方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儿。咱们是不是先进去？一直在门口也不好。太子说的是，咱们呢先进我的王府休息休息。我就不去了，军营还有事，我先回去了。唐自宗关在哪里？小陆将军对上小福宝，非常奇怪，这么个小娃娃怎么会问这件事？小陆将军年纪小，也没和先皇打过交道，因此对小福宝是最免疫的一个。你个小娃娃，别问大人的事儿哈。说完也不看气呼呼的小福宝，而是对着太子行了个礼。太子，臣先告退了。好，陆将军先忙去吧。小陆将军这次离开没有带着唐之灵，因为太子已经来了，他相信唐之灵和太子在一起也不会失踪，所以走的也是干脆。到了王府就是幽州王的地盘，为了在这个弟弟面前显摆，幽州王率先的走在前面。幽州王妃也是迫切的想看看王府怎么样了，到底损失的大不大。小世子被母亲拉着，但是他却不愿意跟着王妃，小身子扭得像个麻花一样。福宝弟弟，福宝弟弟，我想跟我福宝弟弟在一起。小世子很喜欢和小福宝一起玩，他只是比小福宝大1岁，好不容易见到这么个同伴，自然想和他在一起。可是小福宝这时候哪有闲心管小世子，他笑眯了眼，拉着沈妃的大手，走路都是一蹦一跳的。娘亲，我有好东西给你呢。仔仔，是什么呀？说吧。银子，娘亲，好多的银子，你喜欢吧？仔仔，你告诉娘，你怎么有钱的？小福宝斜睨一眼大步流星的幽州王，都是咱们该拿的，娘亲放心。福宝弟弟，我也想要钱。放心，到时候给你1两银子。小世子并不知道1两银子是多少，但是知道银子是个好东西。好，福宝弟弟太好了。于是沈妃拉着小福宝，小福宝拉着小世子，3个人像葫芦娃一样。幽州王妃见状，心里叹了口气，这小子好像是被人拐走了一样。他不知道他儿子以后还真是被拐跑了，不过这都是后话了。王府并没有被破坏，但是里面值钱的东西都被搜刮得很干净。王府中的下人也少了不少，好些人是趁着乱拿着东西跑了，还有些人则是被唐国公控制了起来。后来小陆将军攻打了幽州城，又把人全都给放了出来。王府的管家见到幽州王回来了，急忙快步地迎了出来。王爷，您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幽州王也是着急了解府中的情况，所以给沈妃一家子和太子指了2个院子，就让他们回去休息了。王妃也强制地把小世子带走了。太子知道小福宝有多想娘亲，于是也带着护卫离开了。他也有信件要给长安的皇上和皇后写，还有他宫里的妃子也有事情要交代，所以太子走的也很干净利索。沈妃到了院子里才注意到了徐汇，这个有些过分好看的男人怎么一直跟着他们呢？你是何人？奴才徐汇拜见侯爷侯夫人，奴才以后就是伺候福宝少爷的人了。请起。仔仔，这么俊俏的人你是在哪里找的？徐汇是宫里的内侍，皇上把人给我了，以后他就照顾我的日常起居啦。是，奴才以后专门照顾福宝少爷。沈妃听到内侍2字就知道了，这是公公。沈妃在心里可惜了片刻，然后就把徐汇抛出了脑外。仔仔，咱们快进来，给你看看你妹妹们。
沈飞抱着大闺女的时候，能感觉到她往自己怀里拱，知道她这是饿了。小福宝也是亦步亦趋地跟着沈飞走到了内室。唐志玲抱着小女儿快步地跟了上去，于是一家5口都进到房中休息了。徐慧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，自动自发地管理起了整个院子。徐慧曾经可是先皇身边的红人，能把皇上身边的宫人安排得明明白白的。在知道唐侯府还没有大管家的时候，徐慧就瞄准了这个职位。唐侯爷的身份因为福宝少爷的缘故，一定也是个王爷。王府也都是有内侍照顾的，所以他当个王府的管家正合适。徐慧当下就安排了起来。刘三全原本没多重视徐慧，但是听到那尖细的声音，知道这是宫里出来的，所以对于徐慧要求他出去请奶娘和买丫鬟的要求也不反对了。是徐总管。刘三全自己就把自己低了一层，他是管事，那这个公公就是总管了。好了，你快去办吧，夫人这里也急需人照顾，不是吗？徐总管放心，我和刘管事一起去，保准办得利索的。徐慧这人，张光真曾经在皇庄里也见过的，那时候张光真都不敢正视徐慧。张先生，没想到咱们以后会伺候一个主子。是呀，咱们侯府能有徐总管加入，万事无忧啊。沈飞给2个小闺女喂完奶水之后，唐之玲才带着小福宝走了过来。娘亲，妹妹们叫什么名字啊？此时小福宝的小胖手被2个小婴儿攥住了，小福宝咧开小嘴儿，这是他的妹妹，异母同胞的亲妹妹，和别人不一样，他们身上流着一样的血。小福宝看着2个小娃娃的眼神更加温和了。沈飞看到小福宝老气横秋的样子，也是觉得好笑。名字呀，还没有想好呢。名字啊，小妹妹像花一样好看，叫花花吧。花花？这名字不怎么好听啊。不过看到小福宝这个小豆丁，也知道不能强求。算了，就是个小名，叫花花也不错。行，那你小妹妹的小名就叫花花吧。花花，你喜欢这个名字吗？大妞妞见哥哥只是和妹妹玩，也不干了，嘴里发出啊啊的声响，好像是在和哥哥抗争，叫他不要太偏心。哎，仔仔，你小妹妹都有名字了，你大妹妹你也给起一个吧。小福宝看了一眼唐之玲，又看了一眼大妞妞，那就叫叶子吧。唐之玲抽了抽嘴角，哦，喜欢小妹妹就是花，不喜欢大妹妹就是叶子，这也太厚此薄彼了吧。叶子，小叶子也行，就叫这个吧。有花就有叶，一看就是一家。哎，我说仔仔，你这么对待你大妹妹，她长大了我看你怎么办。小叶子也不错的，我叫小福宝，她叫小叶子，一听就是亲兄妹。沈飞一家人团聚也是热热闹闹的。半夜时分，唐之玲和沈飞已经带着2个小妞妞睡着了，小福宝则是出现在太子的床头。起来，跟我出去一趟。福宝弟弟，走，咱们去看看唐自宗。小福宝要不是自己过去，小陆将军不理他，他都自己过去了。他现在的身份，就只有那些老头子们才能给他几分颜面了，这些个小年轻的都不把他放在眼里呢。太子听到要去见唐国公，麻溜的就起来了。好，咱们这就走。很快，小福宝和太子就带着护卫出现在地牢中。有太子这个护身符，小福宝去哪里都是畅通无阻。唐国公被关在地牢中，忍受着剧痛，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听到外面传来动静，他虚弱地抬起脑袋，谁料竟然看到了一个小豆丁。唐国公抬起脑袋，正好对上小福宝的视线，见到小福宝这张脸，也是五味杂陈。这个孩子竟然都已经这么大了。唐国公还记得他出征的时候，这孩子打了他的那一巴掌。你究竟是谁？小福宝轻蔑地看着唐国公，伸出小胖脚踩在唐国公的脑袋上。唐国公愤怒地看着小福宝，这个小崽子欺人太甚。小福宝对着唐国公的脑袋踢了几脚，小嘴里的话让唐国公震惊不已。唐自宗，你竟敢算计我！小福宝的气势吓了唐国公一跳，这人究竟是谁？当年那个鲜卑公主是你故意安排的吧？你是先帝楚成燕。
让我猜一猜，你是什么时候起了大逆不道的心思的？小福宝来到唐国公的面前，仔细地在他脸上扒了几下，发现没有面具之后，声音冰冷地问道：真的唐志忠在哪里？我就是唐志忠。让我猜一猜你是谁？看你的容貌和唐干有几分相似，应该也是他的种。唐国公听到小福宝提起老国公，哈哈地笑出了声。你真是楚成燕，没想到你竟然成了小娃娃。难道你真的修仙成功，返老还童了不成？难道你是当年的孽种？孽种？真是好笑啊！难道只有王氏生的孩子才能被国公府承认？怎么样，就是我这个孽种把你们耍得团团转，你的大禹朝也差一点被我颠覆了。唐国公猖狂的大笑，很快乐极生悲，又吐了好几口血。小福宝倒退了几步，把溅到鞋子上的血在稻草上擦了擦。颠覆我大禹朝，哼，真是好笑。唐国公轻笑出声，他现在知道他败在了哪里。大禹朝没有按照他的计划四分五裂，都是有小福宝这个变数，否则他的计划是万无一失的。楚成燕，要不是你重生，你以为你的废物儿子是我的对手吗？恐怕现在你们楚家王朝早就颠覆了。小福宝脸色臭臭的，想到京城那货在关键时候昏迷，也是气得牙痒痒。太子听到小福宝和唐国公的话，心中也是震惊不已。福宝弟弟真的是皇爷爷？太子的脑门子上都是汗，他过去也猜测过，但现在得到了认证，还是震惊不已。这太玄幻了，皇爷爷真的重新投胎活了过来。这个消息要不要告诉父皇呢？小福宝没有管太子的异样，而是在心中下了决定。唐国公这人太可恶了，必须要立即处死，才能解了他的心头之恨。这人也是诡计多端，多留一天都是个祸患。至于留在京城的唐家人，却是有些难办。不过国公府的老夫人王氏应该也是察觉到这人的异样，一直在暗中调查当年唐志宗的死因。唐志宗是你害死的吧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哼，你母亲那低贱的身份，你能活着都已经是我网开一面了。她不过是个无辜的弱女子，柳成纪犯事，与她何干？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对她？为什么？唐国公想到自己的生母在鲜卑部落遭遇的迫害，心里就一阵剧痛。他的母亲被鲜卑人抢走，最后被人糟蹋而死。年纪尚小的唐国公心里就种下了仇恨的种子。他要报仇，向大禹朝的所有人报仇。他要颠覆楚家的天下，来替母亲陪葬。他要除掉唐家的所有人，让他们下去陪他的母亲。柳成纪是前朝的老臣，不过他贪赃枉法，被刚登基的楚成燕给杀了。主犯被斩首，女眷则是被发配到北地。柳成纪犯事，柳湘君作为他的女儿，只不过是发配到了北地，有什么好冤枉的？小福宝觉得自己对柳家已经够仁慈了，不过他也是没想到，那时候还是世子的唐干会和柳湘君有了私情，而且还珠胎暗结，以至于酿成了这么大的祸患。唐国公看着小福宝，阴狠道：是啊，没什么好冤枉的，所以我也这么对待你的儿子。你不知道，他小小的一个小人喊我爹，我却是一口一口的毒药喂给他，我有多开心呐！你竟敢！我怎么不敢？唐之灵你不肯要他，就连管都不管。你不知道他活得有多痛苦，他发病的时候身体会有多疼，小小的身子痛苦的哭喊，一遍遍的喊我爹，喊我舅舅他。太医全都被我买通了，他们都不肯说出实情。你贵为天子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被我瞒得死死的啊！楚成燕，你不知道，每次他发病的时候，我有多解气。要不是留着那小子有用，
你以为我会让他长大？你的儿子，堂堂大禹朝的皇子，成了一个药罐子，还是一个大草包，废物，你开不开心啊？就是你自己身上的血统也不纯了吧？你身上也有了鲜卑杂碎的血统。楚成燕，你想不到吧？该死的，他说对了，他身上确实有着鲜卑人的血统了。不过这又怎么样呢？最后还是他们老楚家赢了。楚成燕，你也成了杂种。你娘的身份更是被人诟病啊！唐国公嘴里说着恶毒的话，就是想看小福宝气愤。唐国公想到自己早年在鲜卑部落像个奴隶一样的伺候那些人，心中就恨得不行。不过好在他有了机会，他认识了真的唐志忠。当见到两人相似的容貌，他就知道他的机会来了。男人都是需要留着胡须的，凭借这一点，他相信他可以以假乱真。只可惜大禹朝的气数没尽，上天也站在楚家这边，让楚成燕又活了过来，否则他的计划早就成功了。小福宝见到他的惨状，心里有些解气，还得是娘亲，一出手就让这家伙病得如此重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又重活了一次，上天是眷顾我们楚家的，眷顾我楚成燕，你怎么和天斗？太子在旁边也是听得云里雾里的，同时心中也是震撼不已。他现在才知道六皇叔曾经的日子过得那么苦。小福宝也不想浪费口舌了，真相已经不重要了。太子，请人过来送唐国公上路。上路？不押到长安审问吗？小福宝摇了摇头，避免夜长梦多，还是解决他最好。唐国公的心机太深了，也隐藏得太好了，就连他都被蒙在鼓里。这样的人就要立即解决，否则真的容易出现变故。幽州城距离长安城不近，这一路上的变故可太多了，未免夜长梦多。太子，我今日再教你一招，当断则断，千万不要学你老子优柔寡断。太子吃惊地看着小福宝。福宝弟弟。小福宝没有纠正这个称呼，虽然他在心里觉得自己是太子的爷爷，可是他这一世的身份就是太子的堂弟。况且他这一世并不想困在小小的皇宫里，重活一世，他要好好的看看他们楚家的大好河山，好好的陪在他娘亲身边，享受他的疼爱，还有好好对那个人，把曾经的亏欠也补给他。小福宝想到唐之陵曾经的遭遇，脸上闪现狠厉。林策，过来。主上，有什么吩咐？送他上路吧。是，主上。唐国公虽然早就想到自己的结局，可他心里还是有所期待的。他了解朝廷的办事流程，要经过大理寺和三司会审，这里面也不是没有操作空间。到时候他或许可以假死脱身，那时候未免没有卷土重来的机会。可是他碰上了楚成燕，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。没想到我会死在黑甲军的首领手里面。吝策抽出腰刀，用力地插入唐国公的胸口。多给他几刀，我要这人死得透透的。昏暗的监牢里又听到了扑哧扑哧几声，都是硬物插进肉里的声音。太子看到唐国公胸前的血窟窿，心里瑟缩一下。他小的时候有人说黄爷爷残暴，他从来都不相信。黄爷爷对他非常宠爱，是个和善的老人家。今日看到他小小的一个人这么冷静地面对死人，终于是相信了。主上，人已经死了。小福宝蹲下小身子，小胖手伸到唐国公的鼻息处，发现没有了呼吸，点了点头。明日带着唐国公的尸体给他那些部下看看，该吐露的消息都给我问出来。是，主上。吝策离开之后，小福宝和太子两人带着护卫往王府走去。小福宝处死了唐国公，心中的郁气少了不少，不过并没有完全抒发出来。太子，你给皇上写信，让陆明泽继续北上，把拓跋燕兰那女人和老可汗全都抓住。福宝弟。太子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小福宝。从前怎么叫就怎么叫，我现在的身份就是你的堂弟。
其实您比我和父皇适合当皇上。皇上虽然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但是当过一次的人就不想当第二次。太子心想，当皇上要是这么苦逼，那他将来还要不要继位啊？这一辈子我要自由自在的活着，大禹朝就是你们父子俩的责任啦。好，小福宝今日也算是和太子交心了。他当了一辈子的皇帝，真的对皇位没兴趣。皇位看似至高无上，但是要想当好一个皇帝没那么容易。他上辈子就不是个好皇帝，不过掌握人命的感觉还不错。小福宝摇晃了一下小脑袋，把当皇上唯一的好处给摇晃出脑海。这辈子他不要继续在那个牢笼里了。太子，我的身份就是咱们两人的秘密，我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。是，福宝弟弟。翌日清晨，沈飞伸了个懒腰，他睁开眼就对上了两个小妞妞的视线。呀，娘的大闺女醒了呀！两个小妞妞咿咿呀呀地喊了出来。夫人，您醒了吗？沈飞很好奇，唐之灵不在房间里，门外又传来了女声，听这声音应该是个小丫鬟。沈飞推开房门，看到两个年轻的小姑娘。你们是王府的丫鬟？两个丫鬟摇头，然后又弯腰给沈飞行礼。奴婢思琪拜见夫人。奴婢思化拜见夫人。夫人，这两个小丫鬟都是咱们府中的了，以后就照顾您的日常起居。啊，另外还有2名奶娘，帮您一直照顾2位小姐。也好，学会，你想的还真周到。夫人，奴才想要谋求一个职位。哦，是什么？奴才想当府中总管一职。沈飞对徐慧能主动找丫鬟伺候他已经很满意了，但是他对徐慧还不熟悉，并不太放心。我还不清楚你的实力，总管的职位还要再看看。徐慧这都多少年没有被人拒绝了，沈飞也看出了徐慧的惊讶，解释道：你过去的能力我也不清楚，我们家已经有了张管事和刘管事，他们2人都比你早来的。夫人，他们是男人，是院外的管事，而奴才是公公，可以在内院伺候的。我们负责的内容是不同的。沈飞想起来了，他过去看的电视剧，好像那些太监还给妃子洗澡呢。沈飞想到这里，身子抖了抖。虽然这人是太监，在他看来也还是男人。内院的事情有嬷嬷就好，你一个大男人不适合，以后你就安心照顾小福宝就好。沈飞说完之后，直接返回房中。徐慧有点发懵，侯夫人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不过夫人还真是特别，她已经好久都没有人把她当成男人看了。徐慧感觉受到了尊重，她就算是个太监也不想被人看低。虽然官职没有要到，但是徐慧还是安排起来。思化，你去给夫人洗漱打扮。思琪，你去请2位奶娘过来照顾小姐。是，徐总管。娘亲，你起来了吗？来，娘拔个萝卜。沈飞直接把手放在小福宝的脑袋上，小福宝双脚离地，小嘴儿发出咯咯的笑声。娘还来。太子走到院外，听到小福宝的笑声，又转身离开了。小福宝在皇婶面前就是真正的小孩子。太子想到小福宝昨天晚上说的话，莫名的松了一口气。如果福宝弟弟想当皇帝，那他和父皇应该都不是对手吧。太子悄悄地离开了，顺便回去再给皇上写一封折子。但是太子隐瞒了小福宝的身份，一来是他答应了小福宝，二来是他担心皇上对待小福宝的心变了。毕竟天家无父子，历代皇上为了皇位，父子相残的局面也不是没有。虽然太子相信皇上不会那么做，但他也不想冒险。这一世的福宝弟弟，他必须要守护。太子只写了唐国公是假的，并且已经被秘密处死的事。还有幽州城需要重建，还需要朝廷派新的幽州刺史前来。还有北地的地方官员也空出了好些位置。太子根据小福宝的建议给皇上提供好人选。太子也是发现，他皇爷爷虽然沉迷修仙，但是对大禹朝的官员真是门儿清，不愧是当了50多年皇帝的人，这份能力和胆魄都不是才登基2年的父皇能比得上的。
太子在房间中奋笔疾书地给皇上写信。小福宝和沈妃玩闹了一会儿，则是悄悄地来到沈妃身边。娘，我有好东西给你。哦，是什么？还这么神神秘秘的？是娘一定喜欢的，我这就带你去。你爹不知道一早干什么去了？哎，那地方远不远？娘，不管他，咱们偷偷走，坐马车出去，还可以带着妹妹们。行，我先把你妹妹抱起来。沈妃已经是专业带娃的人了，所以抱起孩子也是轻车熟路。沈妃坐着马车，感觉越走越偏。仔仔，咱们去的地方怎么好像是城外呢？娘，东西在城外，到时候啊，你直接收进你的大房子里。沈妃知道小福宝说的是她的空间，但对小福宝说的东西更好奇了。小福宝没有关注外面的风景，他站着，小胖手把着箩筐，看着里面的小妞妞。花花，我是哥哥。花花没有反应，斜睨了一眼小福宝，什么话也没说。倒是小叶子小嘴里啊啊个不停，在回应着小福宝。小福宝看着小叶子的小脸，叹了一口气。小叶子，我是哥哥哟。小叶子好似听懂了一样，小嘴也咧开，露出了笑容。沈妃看到身边的3个宝宝，也是感觉不可思议。她才16岁，就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。想到前世20岁了，就是连恋爱都没谈过，到了古代就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。不过想到孩子长大之后，她依然可以貌美如花，心里又开心几分。马车晃晃悠悠的，沈妃觉得带着孩子出来也不错。如今是在幽州，要是回到长安城，郊外都已经绿草茵茵了。终于马车停了下来，徐慧在马车外面禀报道：夫人，咱们到了。徐慧，这个庄子是谁家的？娘亲，这以后就是你的庄子了。是吗？那我要好好的看看了。沈妃跟着小福宝往里面走去，就看到在门口等候的黑甲军首领令策。沈妃看到他鼓鼓的手臂，也是感慨，这都比小孩的腰都粗了。主上，东西都在里面。幽州王没发现吧？没有，王爷还没有察觉。那就好，把尾巴扫干净，就让他以为是唐国公端了他的银子。是，主上。让你们留下的银子留了吧。是。那就好，用那些银子把队伍好好的武装起来。我希望黑甲军恢复曾经的荣光。是，主上。好了，你派人守在这里，谁都不准打扰。令策点头，黑塔一样的身躯直接是在外面防守。沈妃吃惊地看到小福宝条理清晰的吩咐，而且那男人还这么听话。沈妃第一次觉得她的儿子不同寻常，不仅仅是早会那么简单了。娘亲，咱们进去吧。好，进去。沈妃有一肚子的疑问想问，但知道现在不是时候。娘俩手牵手的走进库房，沈妃本来以为这里是粮仓，谁知道这里都是木箱子。沈妃是见过官府装银子的木箱子的，她瞳孔瞪大，一脸的不可思议。仔仔，这里该不会都是银子吧？这都是我给娘亲的礼物。我的乖儿子，这钱也太多了吧！沈妃把背筐放在地上，然后快步地走到箱子面前，打开之后发现箱子里不仅有银子，竟然还有黄金。我的乖乖，这是金子！娘亲，这些礼物你喜欢吗？仔仔，这钱该不会是你偷的吧？小福宝急忙摇头，这钱可都是他的钱，他只不过是拿过来罢了。老四这小子在他在位期间可是私底下揽了不少钱，他只不过是没有计较罢了。不过现在不能放任了，封地的这几个王爷都不能夹带私货了，要不然京城的皇帝压制不住，对大禹朝可不利。不过这些情况都不能和娘亲说。不是偷的，是皇上赏赐给咱们家的。你这次帮助皇上抓住了唐国公，兵不血刃地解决了叛乱，皇上赏赐点银子也无可厚非的。沈妃狐疑地看着小福宝，这崽子是不是在骗他？那你和那个大块头说什么王爷的是怎么回事？这钱该不会是幽州王的吧？不是的，这钱都是他贪的不义之财，被皇上没收了，皇上赏给了娘亲。
小福宝说的都急了，就怕沈飞不要。沈飞也没那么高尚，既然是儿子千辛万苦给他的，他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好，那这钱就收了，以后给你娶媳妇儿哟。小福宝满脸黑线，他对女人已经没兴趣了，这辈子成不成亲都是未知数。娘亲，你快把钱收起来，放到你的房子里。好，我这就放进去。于是沈飞大手一挥，库房中的大箱子直接被沈飞放到了空间。仔仔，咱们一起进去看看。好呀，好呀。沈飞又看了一眼两个小妞妞，发现他们已经睡着了，才带着小福宝进了空间。沈飞收上来的箱子占了小半个操场，他也是在心中咂舌，幽州王也太贪了，竟然搜刮了这么多民脂民膏。沈飞在围着箱子转悠，时不时地数着黄金有几箱子。小福宝则是在实验室里乱窜，他小人不大，但是实验室里有梯子，所以再高的地方也是能够到的。沈飞的实验室有不少有害的物质，小福宝不敢乱看，所以方诺师兄的实验室就被小福宝重点关注了。他看着那一排的书架，随意地拿出了2本书，打开之后里面掉下来一个花花绿绿的东西。他打开之后发现和鱼图很像，上面都是简体字，所以看起来的时候他也是连蒙带猜的。不过这些字和他娘亲教他的那些缺胳膊断腿的字非常相像。小福宝把世界地图收起来之后，又看到了花花绿绿的图册，书的封皮上写着帝都古建筑地图。小福宝打开之后看到里面的图画，也是惊讶地张大嘴巴。他的一只小手拿着世界地图，另一只小手把书籍抱在怀里，哒哒地跑了出去。娘亲，娘亲，这是什么？沈飞看到小福宝拿着那本书，不在意的道：这本书描写的就是幽州城，只不过我们那个时代的幽州不叫这个名字，叫帝都，是国家的首都。首都？就是像长安城一样，只不过后世的皇宫在幽州。小福宝想到现在的幽州城和后世的帝都比起来，差的真不是一点半点。他摊开世界地图，娘亲，这个鱼图好详细啊，这个要怎么看？小福宝觉得大禹朝的地盘已经很大了，可是看到手上的鱼图，感觉这里好些地方他都不清楚，而且名字也变了。仔仔，这个是世界地图，在大禹朝之外还有好些国家呢。来，你看，咱们的大禹朝在这个位置。沈飞开始给小福宝讲华国地图的分布。其实大禹朝的地图要比后世的华国地图要小一些，至少东三省和藏区等地是没有的。仔仔你看，后世的华国地图像是个公鸡的形状，但是大禹朝的地图是没有鸡头这部分的。小福宝皱着小眉头仔细地看着地图，这鸡头的部分不正是鲜卑的地盘吗？看来这本就属于他们大禹朝的地盘，那继续攻打鲜卑就理所当然了。小福宝的小拳头紧紧地攥着，心里下了个决定。小福宝和沈飞在这边收钱，唐之灵人则是去了医馆。他也是没想到会见到唐之义。唐之灵一早起来就被叫走了，他被叫到医馆的时候人还有些惊诧，但是等见到浑身没有一块好肉的唐之义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二哥，你怎么样了？唐之灵讨厌唐夫人，讨厌唐世子，但是不讨厌唐之义。唐之义小的时候虽然不爱搭理他，甚至还会躲着他，但他从来没有欺负过他，甚至唐之轩欺负他的时候，唐之义还会帮忙劝阻一些。唐之义此时是昏迷不醒的，大夫们也是小心的给唐之义包扎伤口，他根本就听不到唐之灵的喊声。唐之灵的心里有些酸痛，他还记得刚出征的时候，唐之义是那么的英姿勃发。他搞不懂唐国公为什么没有照顾好他的妻。唐之灵的眼光看向刑部的官员，这人你们是在哪里找到的？还有，他的伤是你们动的手吗？唐侯爷，下官也是今早才到的幽州，发现唐之义后就立即把您请过来了。还有，您看唐之义的伤，这伤痕一看就是有些日子了。下官猜测他受到的酷刑已经有一段日子了。窦大人说的对，只是他这些伤是谁造成的呢？或许唐之义是发现了什么秘密，才被人如此虐待。下官觉得现在当务之急是救醒唐之义。好，还请大夫全力救治。大夫们也已经听到了两人的谈话，知道唐之义是重要的犯人，也不敢耽搁，手上的动作更快了。
老大夫这时却是开了口：病人的伤很重，而且还失血过多，恐怕很难救回来了。唐之灵想到沈飞神奇的药剂，没有多担心。窦大人，人包扎好之后，我先带回幽州王府吧。唐侯爷，王府不是审问犯人的地方。唐之义是唐志忠的嫡子，是要犯，还不能离开监牢。唐之灵也不强求，他可以回去拿药。好，那人你先带回去吧。唐之灵离开之后，就急忙返回了幽州王府。谁料沈飞和3个孩子都不在，唐之灵心中急切。武丹、武阳，你们出去看看，夫人去了哪里？侯爷，夫人和少爷小姐出门了，徐总管陪着一起去的。啊，徐慧，他什么时候成了总管了？唐之灵和其他先皇的儿子一样，天然就不太喜欢徐慧，主要是这人的容貌太过妖孽，就算是个太监也很难压住他的风采。皇上和其他皇子是怀疑徐慧曾是先帝的面首，因此对徐慧这人很讨厌。唐之灵则是单纯不希望沈飞身边出现容貌出色的人，他可是了解沈飞的个性的，他的小娘子是个看脸的。是的，侯爷。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有多久了？有2个时辰了。时间可不短呀，这人是去了哪里？这时候院门外传来了动静，唐之灵快步走了过去，把院门推开，就见到了背着箩筐的沈飞。你们这是去了何处？快来，把2个小妞妞接过去。唐之灵动作熟练地把背筐抱在怀里，嘴上还是坚持问道：你出门了，怎么没和我说呢？我还怪担心的。仔仔送了我一份大礼，一会儿也给你看看。沈飞高兴地走在前面，另一边还牵着小福宝。唐之灵抱着箩筐快步地跟了上去，一家人回到了室内。护卫到了院内就不再继续跟着，都是找个角落隐藏起来了。徐慧也注意到了唐之灵的视线，她觉得自己和先皇的几个皇子犯冲，所以她有意地避着刚才唐之灵的视线。唉，看来她不能经常出现在夫人身边。徐慧不知道她的这个决定有多正确，否则回到京城她就要被赶走了。沈飞，你的药丸还有吗？我想给唐之义吃一丸。唐之义受伤了？是的，他受到了酷刑，身上没一片好肉。是衙门审讯人动的手吗？唐之灵摇了摇头，把在医馆看到的事还有刑部官员说的话都讲了一遍。窦大人说，唐之义这遭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唐之义身上的伤确实有不少旧伤，看着日子不短了。沈飞摸着下巴，感觉很怪异。按理说，唐之义是唐国公的儿子，还在唐国公的麾下，不应该有人这么对他呀。唐之义现在昏迷，我觉得一切要等他醒过来，亲自开口才行。行，我还有药丸，你给他吃1颗就行。那太好了。沈飞觉得这个唐国公有问题，他还不知道唐国公已经被他儿子给咔嚓了。唐之灵，你去拔几根唐之义的头发，我给他和唐国公做个实验，看看唐国公是不是他亲爹。唐之灵闻言心里一动，是呀，或许唐之义也不是唐国公的儿子，否则父亲不会对儿子这么狠。唐之灵可是见过唐国公对拓跋玉的模样的。好，那你好好实验一把。小福宝看着夫妻俩叽叽喳喳的在那边分析，无奈的摇了摇头。不过他并没有提醒着小夫妻俩，他现在除了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之外，也是不想在娘亲面前暴露太多。他要在娘亲面前当个快乐无忧的仔仔。小福宝蹬掉小鞋子，爬上床之后坐在2个妹妹身边，然后拿起那张世界地图好好的研究起来。在小福宝看来，剩下的事都是些细枝末节的小事，交给下面的人办就好了，不必他亲自操心。小福宝看着地图上的板块，心中一片火热。他从前只把视线放在了北面，现在发现南边也是大有作为呀。经过他仔细对照，发现大禹朝的领土不仅缺少鸡头部分，就是鸡屁股这边也缺了不少。小福宝的小手轻轻地敲击着地图，藏区这部分现在还叫吐蕃，吐蕃距离益州可是很近的。老三这么好战，总让他闲着也不好，都闲出野心来了。看来是该让他动一动了。太子这小子胆子真是太大了。没错，太子把小福宝的作用隐去了，直接说他下令处死的唐国公。
皇上气得在大殿上转圈圈，他觉得还有好些疑问没有解开，想亲自审问唐国公呢。可现在倒好，人直接变成了尸首，这他问谁去啊？皇上，不知道太子在信中提了什么？太子竟然直接处死了唐国公。皇上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原因？太子可不是莽撞之人。皇上一想也是，他急忙把折子剩下的内容看完了。看完之后，皇上的心情有些复杂，复杂中又带着些欣慰。太子真的是长大了，想得比他这个皇上都周到了。恭亲王，你看看吧。恭亲王接过太子的折子，最先看到了唐国公被下令处死的事。等看到后面的原因，恭亲王的眉头舒展开了。等看到太子推荐的人选，恭亲王顿时觉得眼前一亮。皇上，太子建议的人选也是十分的合适啊。算那小子还有点用。皇上心里还是很满意的，这证明他大禹朝的接班人能力不错。皇上欣慰的同时又觉得后继有人。皇上觉得当皇上不是啥好活，他或许可以考虑早些退位，把位子给太子，到时候他就悠闲的当太上皇。不仅有人批奏折，还有人处理烦躁的国事。他是太上皇，不仅能管着皇上，还有时间去行宫玩耍，那日子也是悠闲得很呢。皇上自从吐血昏迷之后，想法也是转变了不少。可是皇上不知道，太子也是这么想的。他自从出来之后，觉得外面的世界可比长安城那屁大点的地方好玩多了。外面的花花世界也吸引着他。此时，小福宝正把自己的想法和太子说着。太子，等鲜卑的地界收回来之后，可以建成咱们大禹朝的粮仓。小福宝听了沈妃说的，后世的东三省可是产粮大户，还有北大荒的地方，一大片的土地都是可以耕种的，粮食产量不输江南等地。收回来，说的好像鲜卑的地盘原本就是他们老楚家的一样。那些地盘本来就是咱们家的。好吧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太子，去给前线的小陆将军去信，让他加快动作。太子抽了抽嘴角。好。小陆将军带领大军北上，很快就和曾经唐国公留着继续北上的军队会合了。赵参将，终于是见到你了。赵参将正是继续攻打鲜卑大军的主将，如今已经38岁，有多年的战斗经验。他看到年轻的小陆将军，挑了挑眉头。他佩服陆修陆老将军，但是小陆将军在他眼里还是个小辈。但是小陆将军生得好，所以能得到皇家的重视。小陆将军，是您接受北翼的指挥权吗？唐国公啊！赵将军，唐志忠叛国，如今已被正法了。怎么会？赵参将的拳头紧了又紧。他们赵家这一代能不能东山再起，就靠他了。他在战场上这么拼命，就是为了争取军功，让他们赵家重新站在朝堂上。难道他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吗？他是跟着唐国公一起出征的，如今唐国公叛国，他会不会被当成唐国公的同伙？我真的不知道唐志忠有叛国的心思。小陆将军已经接到了太子的信件，也知道唐国公部下的交代。他清楚赵参将不是唐国公的同谋，所以才派他继续北上对敌。赵参将放心，太子已经知道你的情况，唐志忠和你是没关系的。谢太子殿下，谢陆将军。赵参将，唐志忠的案子牵涉很广，你的军队中一定还有唐志忠的余党，希望赵参将配合我找出那些人。陆将军放心，我一定把人都给救出来。小陆将军对于很上道的赵参将也很满意，两个没多熟悉的人现在像是认识多年一样，开始交流信息。几天后，军中唐国公留下的人手就全被揪了出来。小陆将军非常满意，这些人全都被关押在一起，等着押回幽州，等候刑部官员的审问。小陆将军已经收到了太子送过来的新舆图，这上面的标记要更清晰，山川河流上面标记的都清清楚楚，而且上面还标记了曾经是大禹朝的地盘，如今被鲜卑人和东突厥侵占了的地方。小陆将军最开始还非常疑惑，因为他有记忆以来记得这些地方好像就不是大禹朝的，祖祖辈辈都是属于鲜卑人的。可是现在太子说那些都是大禹朝的，让他尽快的拿回来。
小陆将军也是摸不着头脑，但是军令如山，能够开疆拓土、建功立业，就是他们军人的职责。报！将军，发现一名可疑的人，把人带进来。这是何人？将军，属下发现这人好似是唐国公啊。什么？唐国公？他记得唐国公已经被处死了。小陆将军快步地走到脏污的男人面前，轻轻地撩起他的碎发。男人虽然苍老又脏污，甚至胡子还掺杂一些白色，但是容貌是骗不了人的。他和唐国公有7分的相似。你是谁？脏污的男人看到是小陆将军，张开嘴给他看自己的舌头。于是小陆将军发现这个男人的舌头没了，他心中震惊不已。他伸出手撩开男人的衣袖，发现他的2只手也是弯曲的像个鸡爪一样。他快速的又检查了男人的双腿。他是习武之人，知道这男人是被人打断了双手双脚，没有好好医治而造成这样的，而且看这样子年头不短了。你是唐世忠？脏污的男人缓缓地点了点头。小陆将军心中震撼不已，他没想到又出现一个唐国公，那之前造反又被处死的唐国公是谁？不行，这件事必须要尽快上报给朝廷。来人，先把人带下去，好好的看管起来。此时幽州王府，小福宝正在看戏。幽州王大发雷霆，他发现被偷家了，他暗中藏起来的钱全没了。找，快去给本王找！本王不相信那么多箱子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小福宝和小世子2人坐在一张椅子上，晃悠着小腿儿。父王弟弟，我父王好像疯了。疯的还不轻呢。幽州王发了一顿脾气，就对上了2个小不点的目光。他眯了眯眼，觉得自从老六的儿子来了，把他的世子都带坏了。世子现在都变得顽皮了，而且这俩小豆丁眼里全是幸灾乐祸。幽州王一言难尽地看着傻儿子，他成了穷光蛋，他傻儿子还在那儿笑呢。你们2个别在这里待着了，出去玩去。我的书房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来的吗？小福宝热闹已经看够了，也不和他一般见识。那么大一笔钱确实是够心痛的。父王弟弟，咱们还去哪里玩啊？小福宝见小世子每日都这么玩耍也不行，于是看向幽州王。世子也不小了，王爷应该给他启蒙啦。幽州王看着小福宝，本来想发火来着，但是对上他那严肃的小脸，又把火气咽了下去。哎呀，王府现在是多事之秋，启蒙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啊！哎呀，行了，你们2个小不点儿，赶紧走吧。他还要找钱呢，哪有时间和这些小屁孩胡闹？小福宝见幽州王不上心的样子，心里有了个决定。小福宝牵着小世子离开了书房。幽州王还不知道他以后有多后悔今日忽视了小福宝的建议。太子在幽州的时间也不短了，皇上下旨让太子和唐之陵一家回京。唐之陵也没有意见，他现在不想继续待着了，于是一家人开始收拾东西，准备回长安。沈飞忙完了，终于有时间给唐之义和唐国公做实验了。他在实验室里把唐国公、唐之锦和唐之义的样本做了实验。会有唐之锦的样本，也是那时候沈飞怀疑自己是唐家孩子，从他那里拔下来的头发。沈飞把3人的样本互相比较，还真发现了奇怪之处。结果是唐国公和唐之锦是亲父子，2人的 DNA 相似度是 99%， 但是唐之义和2人也有关系，他们的 DNA 也有相似之处，但不是亲生的。唐国公难道是唐之义的大伯或叔叔？还是有血缘关系啊？沈飞出了空间之后就去找唐之陵了。唐之陵，我有个大发现。哦，唐之陵，唐国公不是唐之义的亲爹。我猜到了。那你知不知道唐国公是唐之义的叔叔或是大伯？这不可能，老国公只有2个儿子，除了庶子唐志忠之外，还有个嫡子唐志宗，但是唐志宗还没有成亲，人就意外去世了，因此国公府的爵位才传到了唐志忠的身上。我的结果不会错，我说过的，只要样本没错，我的结果保真。虽然唐志忠不是唐之义的亲爹，但却是唐之锦的亲爹。我怀疑死去的唐国公不是真的唐志忠，这人没准儿是老国公的私生子。
沈飞分析的头头是道，福尔摩菲又上线了。唐之灵还在消化唐之锦的事，唐之锦和唐之轩等唐家人是相似的。过去唐家4兄弟只有他和其他3个兄弟长得不像。小福宝刚回来就听到了沈飞的分析，他的心里非常自豪，他的娘亲真是太聪明了。他伸出小脑袋，趴着门缝看着里面的情况。要是唐国公是假的，那按照唐之锦的年龄算起来，这人隐藏的时间还真挺久的呢，有16年了。既然这个唐国公是假的，那他就不是隐藏16年。我觉得先皇没准都被他算计了，包括你的出生，你的年纪算，得20多年了。唐之灵的脸色臭臭的，他非常不想承认，但沈飞分析的也合情合理。唐之灵坐在椅子上生闷气，沈飞没有在意唐之灵低落的情绪，他现在对假的唐国公也是十分好奇，小嘴儿继续巴巴的分析。唐之灵，你说假的唐国公是不是和唐家有仇？唐之义和唐之轩没有孩子，是不是他安排的？还有，感觉他和皇家的仇也不小，就是不知道是啥原因。沈飞摸着下巴，眼珠子乱转，开始分析原因。他把在后世看到的狗血电视剧都联想起来，想到了好几个可能性。谁料这时候发现了同样臭脸的小福宝。仔仔，你来了怎么不进来？小福宝眨着无辜的大眼睛看着沈飞。娘亲，仔仔，咱们明天就启程回长安了，你高兴吗？小福宝其实没什么感觉的，他只要在娘亲身边就好，至于在哪里生活他是无所谓的。小福宝的小手搂着沈飞的脖子，小脸和沈飞贴贴，非常依恋的样子。沈飞感觉到了小福宝的亲近，也笑眯了眼，他的大儿子就是和他亲。这时候武丹轻轻地敲起房门。侯爷，监牢那边传来了消息。什么事？侯爷，听说是鲜卑的俘虏拓跋玉要见你。哦，那我还真要去看看他了。哎，我也一起去。你这孩子啊，喊一声爹能怎么样啊？这小嘴像是个葫芦一样。唐之灵看着小福宝肉乎乎的小脸，点了一下小福宝的小额头。小福宝扭头不耐烦的道：快走。哎呀，知道了知道了，这就走。我可能回来的晚，你带着2个孩子早点休息。到时候你可得告诉我拓跋玉找你什么事儿。他到达监牢看到拓跋玉的时候还吓了一跳，主要是拓跋玉变化有些大，短短几天已经不是曾经风神俊朗的少年郎了。拓跋玉也中了神经毒素，而且没有喝沈飞调制的药水，所以人看着病得不轻。他也是觉得自己活不了多久了。你终于来了，找我何事？哼，唐之琳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赢了？你在说什么呢？该不会是脑子坏掉了吧？傻了？你不提我都忘了，你还装过傻子呢。哼，那又如何？还不是把你们耍得团团转。有话快说吧，我可没有闲工夫和你闲扯。拓跋玉恼怒地看着唐之灵，他心里非常恨。唐国公已经死了，拓跋玉是知道的，他还亲眼看过唐国公的尸体。他知道他的父亲和他的梦想全都断送了。如今造反不成功，他也想过后果，可是他还是不甘心。凭什么大禹朝的皇帝没有处罚唐之灵？明明他们是利用唐之灵的名义造反的，为什么皇上就放过了他？他可不相信皇上会那么善良，竟然真的不介意他弟弟造他的反。你还真是好命。或许吧。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受过的苦楚，现在这人倒是来羡慕他了。唐之灵站起身，已经不想继续和拓跋玉谈下去了。他已经看出来了，拓跋玉这人也是没啥事儿，就是不甘心罢了。或许还想看看他还有没有兄弟情。你能不能？不能。你是唐国公的亲子，怎么能逃脱呢？我是没好下场，你以为你能笑到最后？你身上有着鲜卑的血统，我不相信大禹朝的皇帝能容得下你。哈哈哈，到时候你的下场或许比我还惨。唐之灵的神色一凛，他曾经就担心过，那时候他的心里也是不安定的。这时候太子走了进来。孤可以保证皇叔回京安全无忧，父皇也不会为难皇叔。拓跋玉看着大禹朝年轻的太子，这人和自己年纪差不多，可是拥有的却那么多。如果他们的计划成功了，那他就是中原大地上的太子了。
拓跋玉看着太子的眼神羡慕得不得了。太子已经知道皇上的打算，他也不介意提前透露给拓跋玉。父皇已经承认皇叔的身份，正式册封皇叔亲王的身份。唐之灵眼中闪现异色，皇上会这么大方？不过身份升上去也是好事，至少沈妃想要的王妃吉服是有着落了。小福宝听了却是满意的点点头，算那货识相。这怎么可能？皇上疯了吗？太子和唐之灵都没有继续搭理拓跋玉的意思。小福宝目光悠悠地看着拓跋玉，这个狗崽子也不能留了，真是讨厌的很。小福宝离开前给了吝啬一个眼神，吝啬了然地点了点头。翌日，沈妃等人收拾妥当，就坐着马车开始返京。这次返回京城也是有军队护送的，因为不仅是有太子的名头在，还是因为他们带着朝廷的要犯，所以护送队伍不得不重视。沈妃此时坐在宽敞的马车里，这是队伍中最豪华的马车，就是太子的车价都比不上。因为沈妃要带着2个孩子，2个小妞妞饿了就要喂奶，所以沈妃的马车也是宽敞得很。唐之灵现在的骑术非常好，所以直接骑马出发。小福宝则是跟着太子一辆马车。沈妃原本是不同意的，想要带着3个孩子一起的，可是小福宝小人不大，现在已经开始注重男女有别了。沈妃拗不过小福宝，于是只能放任他自己行动了。不过太子对小福宝也是非常关心的，沈妃也就放手了。幽州王和王妃看到车队缓缓离开，也是松了一口气。他们都觉得有太子在王府，他们拘束得很。太子在王府中，幽州王的脾气都不敢轻易发作，更不敢光明正大的找银子，就怕被太子发现。毕竟这钱不能让朝廷知道。现在好不容易把人送走了，幽州王就忙碌起来。幽州王妃也不管幽州王的事，她觉得浑身轻松。哎，嬷嬷，是不是觉得王府的空气都新鲜了？是呢，王妃。这人走了，去找找我曾经喜欢的戏班子，看看他们还在不在。要是人没死，就请到府中唱几出戏。王妃放心，老奴已经打听了，刘班主还在，就是小凤仙人都没事。好好好，请过来。王妃光顾着看戏，完全没注意到今日的王府比从前清静了不少。驿站内，沈妃和唐之灵看到叽叽喳喳的小世子，也是无语得很。福宝弟弟，这驿站太小了。小福宝看到小世子的时候很无奈，但又有些气愤。这么久了，幽州王府竟然还没发现世子丢了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这爹娘太不靠谱了。而小世子会这么顺利逃出来，也是因为他藏得好。这小家伙藏在了太子的车厢里，他一个小孩子藏在衣服的笼筐里，还真不容易被发现。装衣服的箱子都是竹条编织的，也有缝隙。小家伙原本藏在里面，想要出了城之后就出来的，谁料到迷迷糊糊的在香笼里睡着了。等醒来之后，车队都已经过了赵郡。小福宝看着小世子吃饭的时候，把米饭弄得哪里都是，无奈地伸出小胖手给小世子擦了一下嘴角。米饭来之不易，你以后吃饭要注意一些。福宝弟弟，我第一次自己吃饭，嘿嘿，真有意思。哎，得了，不能对这孩子要求太高啊。以后啊，你要练习自己吃饭。福宝弟弟，我要像你一样干净。沈妃和唐之灵两人还是第一次见小福宝这么有耐心地照顾小孩。沈妃擦了擦眼角，她怎么感觉她的崽崽一下子长大了这么多，还更懂事了？可是沈妃不希望这样，她希望她的崽崽有个快乐的童年，不需要那么懂事。崽崽一定是在皇宫里生活的不好，否则不会小小年纪就想着要照顾其他人的情绪。看来皇上对他的崽崽不太好啊，那以后就不给他提供房子了。哼，皇上完全不知道自己受了无妄之灾。这时候武丹禀报道：侯爷，押送犯人那边传来消息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拓跋玉死了。唐之灵的面色一僵。怎么会？他伤的也不是很重啊，怎么就无缘无故的死了呢？属下不知，早上的时候人还好好的。到底是谁动的手呢？小福宝的嘴角露出笑容。有的人出生就是错误，那就不应该存在。
太子见完信都郡的郡守之后，也听到了拓跋玉死了的消息。太子有些震惊，又有些恼怒，是谁动的手，必须要找出来。这次带回京城的犯人还真不能无缘无故的死在路上，这样唐国公造反的案子可就难说了。毕竟早期唐国公的形象太过正面，有些地方的人不见到证据，还当是他们皇家只手遮天呢。查，看看暗中是不是有一股势力在搞破坏。不必了，那狗崽子是我找人弄死的。太子看着努力往椅子上爬的小福宝，抽了抽嘴角。您还真是依然这么任性。拓跋玉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人，留着没什么用，还是让他下去陪他老爹吧。只要不是有贼人混进队伍中就行。太子不在意拓跋玉的生死，毕竟比起拓跋玉，跟着唐国公造反的几个老部下更重要。那不能够，现在队伍中的人，黑甲军都有严密监视，没有贼人敢造次。是啊，福宝弟弟是谁呀？跟在他身边，满满的安全感。令策，你再派一队人马前往草原，把拓跋燕兰的女人给杀了。我不想看那女人多活一天。记住，悄悄地进行。小福宝会这么吩咐，也是不想唐之灵知道。他知道没娘的孩子对母亲的执着，如果拓跋燕兰来求唐之灵放过他，那小子应该会心软吧，应该不像是面对拓跋玉的死那么淡然。那时候皇上或许对他也有看法了，那么就让自己为他扫清障碍。夜晚，幽州王妃终于发现不对劲儿了。嬷嬷，世子今日是不是过于安静了？王妃，世子还小呢，就算和您发脾气，时间也不会久的。可是那小子今日过于安静了，从前生气听到外面唱戏也是会来凑热闹的。原来是小福宝要走了，小世子舍不得，哭闹着不让小福宝走。王妃被吵得不行，就让人强制把小世子带下去了，想等他自己平复心情之后就好了。走，咱们亲自看看世子消气了没有。是，王妃。见过王妃娘娘。嘘，世子呢？在房间里呢。哦，一直都在。世子吩咐过，不许任何人打扰。邓淑云眉头皱在一起，她心中有不好的感觉，直接推开门之后快步地走了进去，然后就发现屋子里空荡荡的，哪还有世子的踪迹。大胆，你这小妮子竟敢撒谎，快说世子去了哪里？奴婢也不知道。快去派人找，全府上下的找。邓淑云心中急切，现在不是惩罚下人的时候，最主要的是找到他的儿子。要是没有了世子，那他以后的日子怎么办？后宅的女人哪个不是需要儿子防身的？邓淑云相信，如果不是因为世子，幽州王逃跑的时候或许不会跑回来带他走。毕竟王爷最喜欢的侧妃在关键的时候说舍弃就舍弃了。邓淑云自从回到府中之后，就没有听到过侧妃柳氏的消息。找，一定要找到世子，否则会丢了你们的命。王妃，小世子可能在府中玩耍呢，老奴这就派人寻找。说完就让府中的人开始行动起来。小世子丢了，那可不是一件小事，王府中可算是全员行动。一身疲惫的幽州王楚静怀刚走进王府，就发现了府中的异样。去查查府中发生了何事。是王爷。很快楚静怀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他的儿子丢了。楚静怀怒气冲冲地来到主院，一脚就踹开了房门。世子怎么丢的？王爷，静儿不见了。说，何时发现不见的？邓淑云自知理亏，因为她白日只顾得上看戏了。晚上发现不见的。楚静怀原本心情就不好，他的钱丢得悄无声息的，他都觉得是见鬼了。谁料回府之后，好好的大儿子也丢了，简直是怒气冲天。邓氏，我看你这个王妃是不想当了。王爷，一定要找到景儿啊！她那么小，在外面可怎么活呀？去，把府中的下人全都叫来。是王爷。很快，经过一轮的审问之后，楚静怀得出了结论：他儿子是太子的车驾离开之后就再也没有出门的。
楚静怀想到他儿子整日口中都是福宝弟弟福宝弟弟的，他觉得小世子很可能是藏在车队里了。邓威，你尽快派一队人马去追太子的车驾，看看世子是否在车队。王爷放心，属下一定把世子找到。翌日清晨，众人都收拾妥当之后，又开始上路了。回去的路上总是高兴的，就是沈飞都开始期待起来。毕竟他来到大禹朝这2年可都是在长安城生活的，和别的地方比起来，那里算是熟悉的地方，更何况他的产业还在那儿呢。今日唐之陵也不骑马了，他不是武将，骑一整天马也是大腿磨得生疼。于是他今日就歪在马车里逗弄2个小妞妞。唐之陵原本更喜欢小妞妞花花的，可是他发现花花特别高冷，无论你怎么逗他，他都不爱笑，也不给你反馈。倒是老大小叶子，那小嘴儿就不闲着，更喜欢和你唠嗑，虽然口中一直都是婴儿语啊啊个不停，你要是稍微逗他一下，他就会笑出来。沈飞，我觉得小叶子的性格和你很像呢，长大多半是个话唠。这多好啊，小叶子长得像你，性格像我，完美。小叶子，你说是不是呀？顿时车厢里发出咯咯咯的笑声。花花斜睨了一眼小叶子，继续闭目养神。没错，这小妞妞没有睡觉，但她不喜欢别人总烦她，只要有人来逗她，她就闭起眼睛装作睡着了。花花这个孩子也不知道像谁，鬼精鬼精的。当然也像我啊，智商高，将来妥妥的学霸。啊，学霸？就是学习好的人，我闺女儿将来没准儿也能考个状元啥的呢。你也就想想吧，咱们大禹朝啊，可是没有女子考状元的。唐之陵说到这里还有些遗憾，他自己就吃亏在没有学问上了。沈飞，回京以后是不是得给小福宝启蒙了？可不能让他和我一样当个睁眼瞎呀。小福宝刚被武丹放到车架外面，就听到了唐之陵的感慨。他抽了抽嘴角，这家伙看不起谁呢？从前谁是状元都是要看老子心情的，这大禹朝所有的状元文章老子都看过。小福宝拉开车帘子走了进去，他看到唐之陵歪在车厢里，也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哼，我向娘亲天生就聪明，不用学也会。哎呦，你小子还来劲了。他一把把小福宝搂在怀里，今天一定要收拾他一下。这小子好像自从出生就没把他这个老爹放在眼里。唐之陵大手死死地困住了小福宝的小身子，让他动弹不得。小福宝挣扎片刻，发现出不来，索性也不挣扎了，小身子往后一靠，窝在唐之陵的怀里。你也才20岁，年纪也不大，我看跟着小孩一起启蒙也不错。我的事还要你一个小屁孩操心？小福宝翻了个白眼，榆木脑袋，冥顽不灵。罢了罢了，就这么傻着也不错。沈飞也不介意唐之陵是草包，因为他对古代的四书五经也不熟悉，他擅长的不在这方面。按照大禹朝的标准，他也是草包。唐之陵，你不用担心，以后再给你找几个学识聪明的人，让他们跟着你，你借用他们的知识就好了。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有的人一出生就在罗马，你刚出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了。小福宝看着盲目乐观的两人，也笑了出来。到了傍晚，马车到了河南郡，邓威才追上。等看到小世子乐呵呵的样子，邓威也是很无奈。世子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但九九你怎么来了？邓威已经见过太子了，现在他是来带回世子的。世子，你怎么能突然就跑了呢？你不知道王妃和王爷有多担心呢？你快和我回去吧。不要，我要去看阿成阿嫂。小福宝也不放心，邓威带着这么几个人就带小世子回幽州。如果按照他的计划，幽州王在幽州也待不了多久了，小世子还是不要跟着他折腾了。邓统领，小世子就留下吧，过不久啊，幽州王也会进京的。邓威看着小福宝，一个奶娃娃净说大人话。还有太子都没说王爷要进京，你一个小孩子怎么就知道了？邓舅舅，就听福宝弟弟的，福宝弟弟我从来不骗我。小福宝心想，也不是，有的时候是善意的谎言。邓威自然不会只听两个孩子的话语，他觉得还是先写信给幽州王，传递世子平安的消息才行。2天后，沈飞等人终于到达了长安城。
长安城距离河南的距离也不远，这一路回来也是顺利得很。沈飞本来以为有太子随行，会有人劫杀太子呢，他连武器都准备好了，左等右等，贼人都没有过来。沈飞不知道，这时候劫杀太子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。皇上正当年，加上皇子也有4个呢，就算太子允了，那还剩下3个呢。这时候害太子完全没有意义。车队到达城门口，城门守卫官早就接到消息，因此也是守在城门口恭迎太子回京。太子这次去北地，被皇上老爹给了个好由头，所以这次是立功回来的。长安城的百姓对太子的敬重又高了一重。太子和唐之陵2人骑着高头大马，看着也是威风的很。太子哥哥真威风，幼叔也是，也就那么回事吧。五宝弟弟，我也想要一匹马。幽州王身体瘦弱，所以不喜欢舞枪弄剑的莽夫，自然对骑射也不感兴趣。小福宝点了点头，伸出小胖手，把小世子缩手指的手拿了出来。以后不许缩手指。我记住了。等你长大一点，吃的再胖一点，就让你骑马。五宝弟弟，你真好。这孩子不错，但是得有人好好的培养。老4那人不行，自己都不咋地呢，孩子不能给他了。沈飞也抱着孩子，看着街道上的百姓，在人群中竟然还看到了熟悉的人。张姐，张姐！沈飞听到这个称呼还愣了一下，因为自从他来到这里，就没有人这么喊过他。张姐，是我呀！停下，江竹月，你上来吧。江竹月扬起小下巴，瞪了一眼阻拦的护卫，然后麻溜利索着钻进了沈飞的马车。沈飞的马车上有4个孩子，江竹月还吓了一跳。张姐，这都是你的孩子啊？怎么会？这是幽州王府的小世子，剩下这3个是你的外甥和外甥女。小福宝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你姨母，亲姨母。来，叫一声，我听听。小福宝立即起身，躲到了沈飞的身后，一点也不给江竹月面子。小福宝应该是怕生。江竹月也不在乎，因为他看到了2个小妞妞。张姐，这个小妞妞和你好像啊，叫什么啊？这个是老3，小名是花花；这个笑着的是老2，叫小叶子。张姐，你也太偏心了吧！一个花，一个叶，花明显比叶子好听啊。我们小叶子长得可比花花好看，是不是呀，小叶子？小叶子立即就笑了出来，花花则是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姐姐，然后继续闭眼假寐。张姐，我来抱一下小叶子吧，我得多练习练习。怎么，你也要嫁人了？哪有？那你练习干什么？江竹月想到府中的情况，也是觉得哭笑不得，想到好玩的地方，自己就哈哈地笑了出来。沈飞看他笑的眼泪都出来了，就好奇地追问道：怎么啦？笑啥呢？快和我说说。张姐，你不知道现在府中有多热闹。咋了？说说。就是小福宝和小世子也一脸好奇地看着江竹月，竖着小耳朵听着。张姐，现在府中啊，除了王妃娘娘，父亲剩下的女人都怀孕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府里啊有7个孕妇。沈飞没想到北静王会这么厉害，他想到给北静王吃的那些好药，也确实可能。沈飞尬笑几声。还真多呀。你说多有意思啊！爹爹这么多年都生不出来孩子，如今烧了一回，竟然这么厉害。今年咱们就要有7个弟弟妹妹了。江竹月想到老王妃整日笑呵呵的，就感觉到牙疼。张姐，你都不知道祖母每天有多高兴，一直在喊着江家有后了。小福宝看了沈飞一眼，北静王还真是娘亲救的，否则他自己早就嗝屁了，还能有这么多子嗣，这是想屁吃呢。那还真是恭喜他了。我娘每日摸着肚子，就希望能给我生个弟弟呢。王妃没有怀孕？除了王妃，其他人都有了身孕。按理说不应该的，我娘那么老了都有了，王妃比我娘还小呢。哎，真是奇怪。沈飞想到萧王妃的脸，那是和他老妈长得一样的人呢。难道王妃的身体有毛病？不过问题不大，送她几个孩子还是没问题的。很快马车的队伍就分开了，
太子和唐之陵两人带着一部分人回宫了，这次押着的重犯也被刑部的人带回监牢。沈飞则是和江竹月一起回了唐侯府。李嬷嬷这些下人们早就知道了消息，所以也是守候在侯府的外面，等着沈飞回来。嬷嬷，快来2个人，抱着孩子。哎，夫人啊，老奴就可以。李嬷嬷笑呵呵地走上前来接沈飞怀中的小妞妞。方姑姑也急忙过来，夫人，这是少爷还是小姐啊？2个都是小妞妞。小妞妞好，好。众人在门口停留的时间不长，于是很快就来到了内院。江竹月也很自来熟，所以跟在沈飞身后也没有觉得不自在。过去沈飞还是他表嫂的时候，他都没客气，现在沈飞都是他亲姐姐了，他更自在。沈飞在大禹朝就没有朋友，难得有个人还能谈得来，更何况两人还有血缘关系，所以面对江竹月的时候也是很放松。小福宝则是带着小世子去了自己的房间。小福宝最想给小世子显摆一下他的小车车，找了一圈才想起来小车车放在皇宫里了。等我进宫之后把车子拿出来，咱们就可以玩了。那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进宫呢？防不护行不行啊？应该快了。少爷，宫中来人了。走吧，带你去皇宫耍耍。小世子很开心，同时更是星星眼地看着小福宝。在他心里，福宝弟弟真的比他父王都厉害。勤政殿，小福宝领着小世子走进大殿。小世子见到皇上之后，直接给皇上磕了一个响头。见过皇姑父。小福宝见到皇上则是不行礼的，皇上也没有顾忌，直接走了下来，把小福宝抱了起来，然后走到龙椅前坐下。你这小子竟然还偷跑，真是该打。皇上说着小福宝该打，但是一只手都不舍得伸。小福宝找了一个舒服的坐姿，在皇上怀中安稳地坐着。留在地上的小世子满眼佩服地看着小福宝，福宝弟弟真是了不起，就是皇上都这么喜欢他。你是老四家的孩子？是，王伯父。唐之陵和太子站在一边，他把一切的事情看在眼里。他也没想到自家亲儿子在皇上面前是这么随意，而且皇上这人貌似比他还关心小福宝。唐之陵也是当了1年多的官员，也知道些皇上的脾性，他可从来没有听到皇上对哪个皇子这么宠爱。而且小福宝也是对皇上这么随意又亲近的状态，让唐之陵有些吃醋。这可有点糟糕呀，唯一的大儿子貌似更喜欢他大伯呀。唐之陵觉得他也要想个法子把小福宝这个亲儿子拉回来。让小世子起来吧，你当皇伯父的总不能欺负小孩吧。皇上还真没有这个意思，一来幽州王这人过去没有和他对着干，人更老实一点。皇上想到这次只有幽州王没有藏私，所以对幽州王府的小世子更好了一些。起来吧，你这次进京是你一个人来的？王伯父，我是和福宝弟弟一起来的，就想见见长安城的风采。不错不错，你比你父王会说话呀。太子这时候想起小福宝和他的商量，于是站出来提议道：父皇，幽州经过这次战乱，城池也破烂不堪，重建还需花一番心血，加上幽州常年受到北地突厥鲜卑的侵扰，是否可以给四叔换个封地？皇上狐疑地看着太子，他不明白太子好好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提议。太子，这是幽州王的意愿吗？老四可没上折子说挪窝的事，他折子上可都是请求朝廷拨款的要求。没有，是儿臣这么觉得的。皇上觉得这事儿不小，要私下好好议论，不适合在大殿里说。唐侯爷，你带着小世子先下去吧。唐之陵一脸懵逼，为什么是他带着小世子，而不是带着小福宝？或者2个孩子一起离开也对呀。唐之陵虽然有疑问，但也不敢不听话，他还是惧怕皇上的。臣遵旨。于是唐之陵牵着一脸懵逼的小世子离开了勤政殿。勤政殿的大门被关上，就是宫人也都被遣走了。说说吧，你是什么打算啊？太子想到小福宝提前和他商量好的说辞，缓缓开口：父皇，幽州有龙脉，那里不适合四叔的封地。龙脉？
是的，父皇，幽州极其重要。皇上这时候转身看了一眼小福宝，他觉得这事儿不是太子能知道的。小福宝虽然不想在皇上面前暴露马甲，但他不知道皇上也早就发现了他不寻常的地方，他只不过是没有挑破罢了。这段时间发生的桩桩件件的事都在指向一个结果，小福宝就是他先皇老爹变的。虽然皇上不知道他老爹是怎么返老还童的，或是修仙有了大成，但小福宝有着他老爹完整的记忆。他给先皇当了30年的儿子，是非常了解先皇老爹的。还有在他病危的时候，小福宝力挽狂澜的表现让朝廷没有被颠覆，这都不是一个不满2岁的小娃娃能做到的。还有唐志忠的死也是一个讯息，能这么恨他，恨不得他不能多活一天的人，也只有他先皇老爹了。此外，太子的性格他了解，还没这么心狠手辣。皇上已经知道拓跋玉那少年也是死得悄无声息，这更像他父皇的手笔了。讨厌的人全都干掉，不能活。小福宝被皇上看着，而且也从他的眼中读出了很多讯息。这个儿子他还是了解的，他也不装了。没错，我就是你老子楚成燕。没错，我就是你老子楚成燕。皇上看着小福宝稚嫩的小脸，父皇2字还是叫不出口。您是怎么返老还童的？难道修仙真的有用？以后你给皇家下一条规矩，谁都不准修仙，吃什么仙丹那都是狗屁。皇上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小福宝，好似在说，你自己都成功了还阻拦我们。小福宝白了一眼皇上，我就是吃丹药死的，至于为什么我有前世的记忆，可能是上天眷顾我，知道我有心愿未了。小福宝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带着记忆投胎了，不过有记忆也是好的，否则他们楚家的江山就不保了。皇上一脸羡慕地看着小福宝，父皇这运气也是没谁了，竟然还可以连着活2世，多神奇呀！那真的没有什么秘方，一直这么反复的活着？皇上满脸希冀地看着小福宝，就是想知道他们老楚家有没有长生或是永生的秘诀。想什么呢？还秘方？我自己都搞不懂为什么会是这样。小福宝想到沈妃的特殊之处，好像她的事情就很容易接受了。她娘是仙女呢，她娘是未来的人，还有神秘的空间。她有这么厉害的娘亲，她能有前世的记忆就非常好理解了。于是小福宝的小表情就有些得意，不过这个秘密不能暴露出来，他要好好的保护娘亲。皇上见此更觉得小福宝就是有秘方，就是不肯告诉他罢了。没有就没有吧。皇上觉得以后可以对小福宝更好一些，慢慢的感动他，等到他要死的时候，老爹总不能忍心不告诉他这个好大儿吧。他不着急，他还有20-30年可以感化小福宝。小福宝被皇上热切的眼神看得很不自在。总之这件事就咱们3人知道就可以了，不可外传。太子见到小福宝自己都不装了，就这么大咧咧的在父皇面前暴露自己的底牌。他焦急地打量着皇上的神色，就是想看出皇上心里所想。太子哪知道皇上根本没有干掉小福宝的意思。那皇位？皇上承认他当皇帝没有他老子当得好，他老子是少年继承帝位，并且是一路拼杀上来的。我既然已经重新投胎做人，就是新的身份，楚家江山还是你们父子的。小福宝可不想困在一个地方，他要带着娘亲和那货一起吃喝玩乐，潇洒自在地活完这一生。皇上不知道是失望还是兴奋更多一些。皇位是至高无上的，但也有着应尽的责任。是，朕知道了。唐灵芝的姓氏也需要改了，还有亲王的爵位也要给他，将来我要继承的。小福宝可是知道权力的重要，想要吃喝玩乐不受拘束，就不能受限制。亲王的旨意朕早就准备好了，沈氏这次有功，封唐之陵亲王的爵位也是理所应当。给我娘亲的王妃吉服，多刺激她，她喜欢上面的花纹和样式。皇上心想，这个要求还真奇怪啊。不行？没有，可以，多做几套。那就好。接下来咱们说一说老四新封地的事。好。
论起对大禹朝的了解，没有比小福宝更了解的人了。他曾经是皇上，但眼线也是遍布全国，毕竟他统治了大禹朝几十年，这不是才继位2年的皇上可比的。小福宝想到后世的世界，幽州是国都，如果条件成熟，大禹朝或许也可以迁都幽州。不过这是件大事，没那么容易决定，而且还要说服朝中的重臣，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。还不着急，但幽州不能给任何人当封地，如果那人真因为龙脉成了气候，那朝廷就难办了，很可能面临内斗的局面，这是小福宝不愿意看到的。老四的新封地就选在散州吧。皇上古怪地看着小福宝，这老四是怎么得罪他了？单州可算不上好地方，那边不仅挨着吐蕃，并且地盘都没有幽州大呀。不过老四没得到好处，他还是非常满意的。好，朕这就下旨给老四换个地方。正巧他还和朕哭求，说幽州重建要花费不少银两。他确实是没钱了。皇上想问你怎么知道的，但想到几个弟弟私下的小动作都被看在眼里，而且这次都吐出了不少，又把话咽了下去。小福宝想到唐之陵过去疑神疑鬼的，总担心活不久的样子，开口道：以后留在唐灵芝身边监视的人都撤回来吧，他没有造反的心，更没有那脑袋。皇上的脸色一僵，他的小心思被揭穿了。他过去确实尽量避免和唐之陵见面，但是又私底下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。他从小在国公府受到了非人般的对待，童年过得并不好，长大之后更是个草包，就是他那些同僚拿话骂他，他都听不懂什么意思。这样的人还不至于你忌惮他。皇上怔住，他还真不知道小六的过去过得那么苦，但几个弟弟他不可能一点不防着。是。小福宝似乎是看出了皇上的口是心非。你要是担心他，还不如担心我。皇上终于想起来，小福宝是他弟弟的那一只。确实，要是小福宝想继续当皇帝，那造反都很容易了。皇上收回了自己的心思。小六以后是自由的，不会有人再监视他了。好啦，没事了，我要回家啦。小福宝想到家里的宅子太小了，眼珠一转，想到了皇上的司库有一个非常好的地契，他们家也要换到大一点的地方了。唐侯府太小了，把永兴坊那宅子给我家吧。那宅子不仅占地面积大，园子里修缮的更是漂亮，可是值不少钱呢。皇上有些肉疼，算了，就当是给小爹容养了。是，朕下旨意的时候会加上去的。小福宝满意了，背着小手往殿外走去。唐之陵牵着小世子出来之后并没有离开，而是站在勤政殿外等着。他时不时地向殿门口张望着，他实在是搞不懂皇上为什么留下自家儿子。殿内有皇上和太子，那都是大禹朝最尊贵的人，他们有事情商量不适合他听，很好理解。可是自家才1岁多不满2周岁的崽崽留在殿内干什么？六叔，你说华夫妇和福宝弟弟说什么呢？不清楚啊，咱们多等一会儿吧，等你福宝弟弟出来了，咱们就回家。好。唐之陵没想到这一等就是2个时辰，期间还有几个大臣陆陆续续地走进勤政殿，但是小福宝依然没有出来。日头已经偏西，小福宝终于是出来了，怀里抱着明黄的圣旨出来的。见到唐之陵在外面等他，眼睛亮了一下，他立即就大大地跑了过来。哎，你竟然没有走！唐之陵见到自己儿子平安出来，心里松了一口气。唐之陵对皇上不是很信任，态度更不随意，他只信任自己家人，对皇上的戒心还是很重的。你这话说的，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皇宫呢？他这话让跟着出来的皇上听个正着。恭亲王，既然你还没有离开，那正巧接旨吧。唐之陵一脸懵逼，荣亲王说的是他？皇家承认他的身份了？难道不介意他身上的鲜卑血统吗？唐之陵觉得不可思议，身上流着鲜卑血液一直是唐之陵担心的点，他害怕突然被皇家给清算了，这样他的妻子和孩子都会受到牵连，这是唐之陵的心病。小福宝看到唐之陵傻掉的样子，心里很复杂，他直接把圣旨递给了唐之陵。不用那么麻烦了，你自己看看吧，然后咱们回家。
皇上在后面愣了一下，好吧，你说什么是什么吧。唐之灵收回怔愣的神色，接过小福宝怀中的圣旨，小心翼翼地打开。等看到上面的内容，突然眼睛瞪大。他真的被楚家承认了，名字改成楚敬陵，并被封为荣亲王，封地在洛州。洛州距离长安非常近，而且非常富饶。皇上还给他赏赐了亲王府，距离皇宫非常近的亲王府。至于小福宝被封为王府世子，唐之灵没有疑问，毕竟他就这么一个儿子。臣谢主隆恩。唐之灵感觉胸口胀胀的，好似一直压在心头的大山被移开了，阳光也慢慢射进山谷里。唐之灵不知道，他的担心一直都是他自寻烦恼，只要有他儿子在，他的荣华富贵从来都不用愁。他儿子为了日后自己生活的舒服，可是找皇上要了好些便利。荣亲王，起来吧。唐之灵紧紧地握住手中的圣旨，站了起来。走吧，咱们回家吧。唐之灵太震惊了，木呆呆地点头。小福宝又转头看了冯宝一眼，别忘了把我的小册册带上。世子，老奴记得呢。于是小福宝带着有些兴奋的唐之灵，还有一脸佩服他的小世子出了皇宫。此时沈妃在家中已经等得焦急了，距离小福宝被带进皇宫里已经好几个小时了，而且那日头都偏西了，两人怎么还不回来？长姐，你也不用太担心，我觉得小外甥有福气着呢，皇上或许就是想他了。沈妃看到鼓着腮帮子吃东西的少女，终于承认江竹月比她还没心没肺。沈妃想到她的年纪，开口道：你的亲事定了没有？长姐，你说什么呢？哟，有情况。你这小妮子是不是有看上的人了？没有，谁都没有。哎呀，说说呗，我还能帮你参谋一下。那人姓什么？家世和你配不配？我就见过那人2次，听人家喊他林公子，其他的啥也不知道。林公子，姓林，这个姓不太好呀。哦，那你是怎么和林公子认识的？你喜欢他？没有，我没有喜欢他，我就是觉得他满身的书生气，看着挺顺眼的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哦，你们见过几次？也没有几次啊，就是林公子的名头还挺大的，他是今年会试的第3名，我觉得他殿试的成绩会更好。沈妃这一趟出去也是有几个月，对今年的科举更是不清楚。还有3日就是殿试了，林公子很有希望问鼎今年的状元呢。他会试才第3名，殿试成状元的希望也是有的。不过京城里盘根错节的，他要是一个寒门学子，也很可能被顶下去。不会，林公子的外祖是陈御史，也不算是寒门弟子啊。沈妃心中1万只羊驼飞奔而过，有没有这么巧啊？江竹月，你说的林公子是叫林宇环吗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是林公子。张姐，我就是见过他几次，对他有点印象，真的还没有别的意思。哦，那可能是我想差了。张姐，林宇环是谁啊？林宇环是我从前的未婚夫。江竹月小小的心灵受到了大大的震撼，这还真尴尬呀。林公子绝对不叫林宇环。江竹月不知道是在说服自己还是在说服沈妃。这时候院外传来喧哗声，夫人，有太监传圣旨来了。人在哪里？夫人已经在前院等候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圣旨是单独下给沈妃的，还给了沈妃一些赏赐。毕竟这次跟着唐国公造反的余孽可是被沈妃给一锅端了，一个都没跑。加上皇上的玻璃厂终于是找对了方向，不单纯是造镜子了，现在主要是造玻璃，那种大块的玻璃。给房子上换上玻璃，真是既宽敞又明亮，非常受江南富商的青睐。皇庄赚了不少钱，皇上的腰包都鼓起来了。除此之外，沈妃丢弃的几个方子被乔杉偷偷送到皇上那里，经过几个月的研究，都已经有了成果，已经逐步投入生产售卖，让皇上的司库更丰盈了。皇上对沈妃的印象也更好了。宣旨太监念完了圣旨之后，沈妃知道她成了亲王妃。
沈妃不仅有王妃的头衔，还有嘉妃郡主的称号，也还给了沈妃。嘉妃郡主，接旨吧。谢主隆恩。长姐，恭喜你啦！你去选个自己喜欢的，随便选。江如月也没客气，她觉得沈妃很有福气，她拿走一件礼物也能沾沾喜气。江如月最后选了一对玉如意，才跟着王府的下人离开。北京王府见到天色已经快黑了，就急忙派人来接了。小福宝等人回到侯府的时候，就见到了房间里的御赐之物。他满意的点了一下小脑袋，算他会做事。娘亲，我回来了。仔仔，咱们家发了。仔仔，咱们家是亲王府了呢，我是王妃。唐之灵见沈妃把小福宝抡得飞起，吓了一跳。小福宝现在的重量可不轻，沈妃身子瘦弱，可别把崽子给扔出去。哎，沈妃，不要太激动了，快放下小福宝，危险。沈妃转悠几圈，头还真晕了，但她停不下来。唐之灵，我好像停不下来了。小福宝最开始还咧开小嘴笑来着，现在也是小脸煞白。娘亲终究是不太靠谱。想到从前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，他终究是不能对娘亲信任太满。唐之灵不知道是应该去接儿子，还是去接沈妃。这时候江二和武丹及时出现，解了唐之灵的困局。江二和武丹都是会功夫的，一下子就把两人解救下来了。沈妃的脑袋晕乎乎的，双眼都冒星星了。唐之灵，我头好晕啊。武丹，照顾好小福宝和小世子。是，王爷。把我放下来吧。小世子捂着胸口，眼中都带着惊恐。福宝弟弟的娘亲好可怕。福宝弟弟难为你呢。小福宝觉得他娘是好娘，虽然有些时候有些跳脱。我带了我的车回来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在哪呢？我要看看。于是小福宝就带着小世子在府中玩起了小车车。小世子第一次玩，觉得非常好玩，咯咯的笑声停不下来。隔壁的杨少奇已经寂寞好久了，突然听到隔壁传来小孩的笑声，直接把手中的玩具丢下，立即噔噔的往外跑。琪儿，你干什么去？我去隔壁看看，福宝弟弟回来啦。说完，不管杨夫人的喊叫，立即跑了出去。杨少奇去了隔壁，就发现他的福宝弟弟有了新朋友。福宝弟弟，这小孩是谁？他竟然还玩小车车，福宝弟弟被抢走了。小福宝看到杨少奇满眼控诉的看着自己，有些无奈。他是幽州王府的世子，你叫他楚玉锦就行。小世子也看着杨少奇，这个傻大哥是谁？怎么好像和福宝弟弟关系很好的样子？不知道想到什么，小世子直接从车上下来，拉着小福宝，像是宣示主权一样。杨少奇看了一眼小车车，最终还是选了小福宝。他快步的走了上去，拉住小福宝的另一只手。福宝弟弟。小世子开始推着杨少奇。这是我弟弟。不是，我们先认识的，他是我弟弟。不是，福宝弟弟是我的，我堂弟，我们都是楚家人。哈哈哈哈！不是，小福宝他爹姓唐不姓楚，你骗人。小福宝也有他的困扰啊，太受欢迎也不好。好啦，你们别争了，咱们三个一起玩。杨少奇看了一眼小世子，点了点头。那好吧。杨少奇已经很久没玩小车车了，率先就跑了过去，开始玩了起来。小世子见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，也不吵闹，开始追着杨少奇。于是院子里都是俩小孩的笑声。小福宝终于是松了一口气。孩子多了似乎不太好啊。此时房间内，唐之灵抱着沈妃坐在椅子上，沈妃搂着唐之灵的脖子，两人亲昵地靠着。那看看吧。沈妃接过圣旨，没有唐之灵想象的那样开怀大笑，反而是挑了一下眉头。唐之灵的目光一直在观察着沈妃，她的小动作自然没有逃过唐之灵的眼睛。怎么了，沈妃？你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。那倒是没有，圣旨下了，你的身份被皇家承认了，是好事，咱们还得了一个亲王府呢。那你为什么？皇上给你赏赐了王府，那你就要留京了。可是其他的王爷都是要回到封地的呀。
唐之灵也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，不过随后他就想通了。其他的皇子都有可能继承先皇的皇位，只有我是不可能的，所以皇上不忌惮我，我是最不可能继位的那一个，所以留在京城没事。好像真是这样的啊。那咱们找个时间看看咱们的新家怎么样？好，都听你的。你都成了荣亲王，那你在工部的官儿还当不当了？那个官不当也罢。那好，那咱们就辞职了。沈飞突然想起来，小福宝给他的钱还没给唐之灵看过呢。和我进空间，我给你看看咱们家的钱。你要是喜欢钱的话，我也可以开始研究怎么赚钱的。不用，够了。沈飞拉着唐之灵快速的闪身进入了空间。等唐之灵看到空间里那一大摞的箱子，惊讶的张大了嘴巴。这些箱子里都是钱？都是仔仔给我的。小福宝？是的。唐之灵眯起双眼，他家的仔仔似乎太不寻常了。还有皇上和太子面对小福宝的时候也很奇怪，这里面一定有他不知道的事。唐之灵开始仔细回想有关小福宝的一切，从出生就开始想，一直到现在。可是小福宝还不到2周岁，确实没啥奇怪的，除了聪明一点，好像没特殊的。怎么了？怎么还愣神了呢？沈飞，你觉没觉得咱家仔仔有没有不正常？小福宝和小妞妞都比别的小孩聪明呢。不是沈飞自夸，他生的孩子都不是笨小孩。我生的孩子都像我，各保各的聪明。唐之灵无语啊，算了，和他说不通。唐之灵觉得还是得靠自己呀。小福宝还不知道自家老爹开始偷偷的观察他了，等到最后知道真相的时候，更是有些崩溃。不过这都是后话了。很快，唐侯爷一家回京并被封了荣王府的消息一下子就传遍了长安城。不仅那些上层官眷讨论，就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也是议论纷纷。主要是荣亲王的经历太过玄幻了，这日子过得比画本子都曲折，戏剧性十足。本是皇子，出生不被认可，被养在国公府，更是被大夫断言活不过20岁。长到18岁，不顾名声，非要娶个寡妇，还带着个孩子，也是叛逆得很。然后反转来了，寡妇的孩子是他的亲子，这妥妥的没成亲就有了首尾。京城人已经瓜味十足。然后还没完，唐国公反了，拉着他一起造反了。最后唐国公被嘎了，他平安回来了，荣耀回归京城。本来以为最幸运的也是留住一条命，当个庶民就不错了。谁料他不仅没有被皇上厌弃，竟然还被封了亲王，荣亲王，并且还御赐了亲王府，这妥妥的要流经的意思啊。先帝的其他儿子可是没有这份殊荣，毕竟在爵位上，亲王可是正一品，封地的王爷可是从一品，要差一个级别的。唐之灵妥妥的就是人生逆袭的典范。本来好些人都在看好戏，觉得唐之灵这个侯爷的爵位是保不住了。爹，你听说了吧？唐之灵成了荣亲王。成儿啊，你以后在京城最好不要轻举妄动。唐之灵如今已经是今非昔比了。爹，皇上是怎么想的？唐之灵这个乱臣贼子都能放过，我看他真是糊涂了。慎言。爹，那是谁呀？那是你能随便背叛的吗？我看你是越活越回去了，去祠堂跪着。爹，我不去。萧红卓眯缝着双眼，看小儿子更加失望了，真是娘傻傻一窝呀。萧红卓想到在宫里失宠的大女儿，也是恨铁不成钢。这些孩子，但凡有人能继承他这份聪明，他们萧家也不会这么被动。萧红卓想起小福宝，心里就一阵烦闷。那小崽子怎么那么聪明？沈飞那妇人他已经调查过了，没有十分出彩的地方呀，人甚至还有些傻。他生的孩子怎么就不一样了呢？和萧红卓一样郁闷的人也不少，不管是和唐之灵不对付的人，还是看不上沈飞的人，他们对如今的结果都不满意。皇城、东宫，该死的，那女人怎么这么好命？娘娘，请息怒。太子回来了没？还没呢，小喜子一直守在外面呢。司妙兰对于沈飞失踪，太子不声不响地跑到了北地找人，就非常有意见。
他觉得太子对沈妃的感情是不一样的，甚至为了沈妃都可以对小福宝另眼相看。那女人是个威胁，得想个办法。哎呦，娘娘，您才是太子心尖上的人呢。哼，心尖上的人吗？我看未必吧。这时候，小喜子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娘娘，娘娘，太子回来了。走。司妙兰觉得她不能坐以待毙，她一定要抢在太子妃之前怀孕。太子刚回京城，加上皇上现在也有意培养他，所以他现在也是忽视后院女人好久了。今天回来的早，也终于是想起了他的妃子和侧妃。太子妃和侧妃这段时间怎么样？宫里都一切正常吧？长公公急忙把东宫的消息和太子禀报了一下，太子点了点头，没有大事就好。太子满意了，他的后宫和谐也是好事。太子妃这时候走了进来。表哥。太子见到太子妃也笑了出来，这人毕竟是他的表妹，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情分还是有的。表妹看着人似乎是清闲了。妾身担心表哥在北地的安危，如今就好了，表哥回来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太子见过唐之灵和沈妃相处时的模样，也是羡慕那样的感情的。表妹是他的正妻，他或许也要给表妹更多的关心。从前他最常去的就是侧妃司妙兰的屋子，想到可爱的小福宝，他或许也到了当父亲的年纪吧。太子的手缓缓地揽住了太子妃的腰，然后拉着她往室内走去。太子妃的脸色羞红，她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还没有全黑，这时候就寝似乎是早了些。但是太子妃没有劝阻太子，她也想要个孩子。司妙兰找过来的时候，却被长公公拦住。侧妃娘娘，请留步。司妙兰脸色更难看几分，她最讨厌的就是侧妃娘娘的称谓，原本她才是太子妃的，但是她也不敢得罪太子身边的大伴，她隐藏起情绪，声音也软和不少。长公公，还请替我禀报一下，我有事找太子。侧妃娘娘，太子妃刚进去，您还是改日再来吧。司妙兰看着紧闭的大门，一男一女在屋子中不能被人打扰，能干什么事？用脚趾头都想得出来。楚红轩，你终究是负了我。小福宝看着唐之灵去上职也没有反对，他现在也在琢磨唐之灵到底怎么安排他才合适呢？他觉得这人好像是在观察自己，这可不是好事。他昨天已经发现这人偷偷看他好几次了，还特意看他和谁在玩，说啥话。哼，别以为他没发现，看来不能让他太闲了，得给他找点事做。王爷只是爵位的封号，要是不再封地，那王爷就会很闲。还有亲王府可不能只是个草台班子，他们家这10几个人的亲王府也是看了让人笑话的存在。小福宝想到沈妃和唐之灵两人完全不知道亲王府是个什么样的概念，自从接到圣旨之后，也只会自己在屋子里高兴地转几圈，笑几声罢了，其他的时间一点变化也没有。御赐的宅子没有安排人就算了，就是王府的人员配置也没有，依旧是跟从前一样，日子该咋过就咋过。他真是有点无奈，算了，还是得自己来呀。徐慧，你去把令策叫过来。是，世子。令策是黑甲军的领队，过去黑甲军的权力也大，但是如今小福宝不当皇帝了，也没那么多事儿要黑甲军办，所以这些人的安排也要处理好。黑甲军的人不少，养活起来也费钱，小福宝决定挑一些厉害的人，剩下的就还给皇上。毕竟黑甲军就是皇上隐藏起来保护自己的底牌。很快令策就被叫了过来。参见主上。以后就叫我四子吧，我今天叫你来是有些事情要安排。令策点了点头。小福宝想到还需要记录一下，这才发现他的房间没有笔。他也终于想起来，这个家太小了，他安排事情只能是在房间里，有多不方便。走，咱们去前院的书房来谈。于是两人就跟着小福宝向前院走去。这时候谭卓正好出来，和小福宝碰个正着。
小福宝想起来了，这个谭卓和张光真都是皇上派过来的眼线呢。哼，老大也就会耍耍小聪明吧。不过他曾经也喜欢在大臣家里安插人手呢。算了，不和他计较了。张光真那人虽然油滑了些，但颇有能力，可以留着。至于谭卓这人，竟然也会跟着队伍去北上寻人，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。看来这两人都可以要过来留在王府。见过世子。谭先生好。世子来可是有事寻谭某？谭先生以后就留在荣王府，过去的主子就断了吧，我会替你和他说一声的。谭卓的身子一顿，他暴露了。但福宝世子是怎么发现的？皇上那里你不用担心，我来和他说，以后你尽心替荣亲王做事就好。谭卓内心震撼，但脸上的表情未变，点头颔首。是。他虽然口里应承，实际上是想先问问皇上。虽然知道再次回到皇上身边有些困难，但那毕竟是天子，他的机会是不是更大一些？荣亲王这人可发展的潜力终究是差了一点，但荣亲王的主子都是好人，在这里他真的很舒心。前途和享受到底要选择哪一点？谭卓陷入了纠结之中。小福宝看穿了谭卓的心思，你能留在亲王府，也是看在你没有在荣亲王身陷囹圄之时袖手旁观。谭某是荣亲王的幕僚，自然要在主子有难之时全力相救。谭卓已经发现，荣王府内不到2岁的小世子才是真正的大佬，至少比王爷和王妃要明白的更多。荣王府有这样的世子，貌似也不错。荣亲王没有的优势，小世子似乎可以啊。谭卓好像是看到了希望，心中的天平偏了一些。谭卓这人没有张光真圆滑爱表现，所以在府中的存在感不高。他从前最先考虑的也是皇上，以皇上的利益为先，其次才是指导唐之陵。但也不能说他一点用没有，至少唐之陵在屯田司干得挺好，也是因为有谭卓这个枪手在的。皇上身边是不缺人的，希望你能想得通。小福宝敲打2句，就背着小手走进唐之陵的书房。谭卓想着小福宝的话，久久没有回神。他明白小福宝的意思，如果不是看在他还算有点忠心的份上，他就要被踢出王府了。而荣王府也是不缺人才的，除了他还会有别人呢。谭卓想到少年老成的小福宝，对他的提议也不排斥了。你们也坐吧。不可，属下怎么敢？都坐下，我一直仰着脖子说话也是很累的。徐慧听到小福宝这么说，急忙找了个椅子坐下来。哎呀，他时常忘了，他现在的主子还是个长得不高的小娃娃，主要是主子安排的事情从来都和小娃娃无关。世子，您叫属下来是有什么安排？吝策想到诛杀拓跋燕兰的任务还没完成，心里有些打鼓。世子，拓跋燕兰已经跑回草原了，刺杀他还需要时机啊。不是那贼人的事，我打算把黑甲军的消息告诉皇上，以后你们的花费就由皇上管了。是。另策，荣王府的亲事府和帐内府现在都无人，按照王府的规矩，正5品的典军，从5品副典军，从6品的校尉，从7品的旅帅，从8品的队正，从9品的队副，这些都要安排起来。黑甲军中有合适的人选，全都给我挑出来。吝策一呆，好家伙，这是要把精锐都给挑出来呀。是，世子，属下明白。除此之外，亲事府和帐内府的护卫兵算起来也要差不多1000人，这些人都从黑甲兵的精锐里面选，明白吗？这是要薅秃的节奏呀。吝策狐疑地看着小福宝，他严重怀疑主子就是不想养太多废物，才把能力不强的人都推给皇上。怎么没听明白？没有，就是属下要怎么办？手下的好兵都没了，他带着一群残次品得多闹心呢。小福宝眉头一皱，什么？你还想换个主子不成？吝策明白过来，急忙摇头，没有，属下就跟着主子，主子去哪里，属下就去哪儿。小福宝这下满意了，他轻咳一声，也别把厉害的都挑走，留2个能力稍好的当黑甲军的首领。吝策一下子就明白那个稍的意思，那就是最厉害的全带走。是，世子。
吝策离开之后，小福宝又看向徐慧。徐慧，亲王国的组织也要搭建起来，有关维护王府内的长史、司马、主簿等人员，我有些人选，你去派人再调查一下，这些人是否可靠。徐慧听到小福宝提的这些人最多是年轻一辈的人选，终于知道为什么还需要他重新调整了。小福宝选人也不是瞎选的，他也是根据这些人的家族背后的利益牵扯选的人手。那些和皇上后宫有牵扯的家族，还有世家背后偷偷支持，面上却是毫无瓜葛的人，小福宝都没有选。他选的人都是老牌家族，但是他在位期间没有重用的家族，身家背景都相对清白的人手。不过他并不能完全保证那些人没问题，所以还需要徐慧派人再偷偷摸一次底才能放心。于是两人在书房内，小福宝念名字或是家族，徐慧开始记录。两人也是忙活了1个多时辰。沈飞今天睡了一个懒觉，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日上3竿了。现在王府已经重新请了个奶娘，2个小妞妞完全是奶娘喂着了。沈飞本就不胖，小妞妞长得又快，他现在的奶水都不够1个孩子吃了，所以他也就欣然地答应了嬷嬷的提议，让小妞妞吃奶娘的奶水，他则是重新好好调理身体。现在李嬷嬷已经把2个小妞妞的事全部接手了。沈飞伸了个懒腰，不能再赖床了。王妃，你醒了吗？沈飞回过神来，王妃，对了，她现在是王妃了，亲王府的王妃。整个王府她最大，没有什么婆婆祖母的人管着她的那种王妃。沈飞在床上打了一个滚儿，转翻了。唐之灵还真是个潜力股啊！起来啦，你们进来吧。于是门外守着的小丫鬟鱼贯而入。沈飞直接摊开手，让丫鬟给他穿衣服。王妃，咱们早餐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吗？让厨房随意发挥，做他们拿手的。好，那我让他们做点新花样，给您尝鲜。好，快去吧。王妃，咱们今天要干什么呢？还没想好呢。小福宝呢？怎么一早上都没看到他了？世子在王爷的书房呢，徐慧和一个大块头都跟着世子来着。大块头？就是那个手臂快有奴婢腰粗的那个人。沈飞想起来了，自家仔仔不知道什么时候捡了这么一个人回府，而且还神出鬼没的。仔仔捡人的毛病和他爹还真像。走，咱们去看看仔仔干什么呢？北地幽州城，幽州王楚静怀接到皇上的圣旨，脸上的表情都皲裂了。他死死地攥着手，心中的愤怒险些爆发，这让他本就有些瘦弱的身子显得更单薄了。幽州王，请接旨吧。本王遵旨。他没想到这次这么倒霉，他竟然连封地的地盘都换了。虽然幽州因为唐国公叛乱，城内要赈灾和重建，但幽州的地盘比单州可大多了，而且土地也比那边好，每年产的粮食都是大丰收，而且还没有地震和洪水等那些自然灾害。北地真是除了会受到鲜卑侵扰之外，其他的好处还真不少。幽州这边靠着渤海，虽然朝廷禁海，但他还是能和朝鲜的一些商贩走私一些物品，这也让楚静怀赚得盆满钵满。这些都是楚静怀来了幽州之后发现的，他这么多年都是苟着发展呢，一点也没吐露幽州的好处。谁料现在不仅多年的积蓄不翼而飞，连老窝都被端了。楚静怀站起来，走到太监陈思身边。陈公公远道而来，本王必须要好好招待一番。楚静怀觉得皇上不会无缘无故的给他换封地，里面一定有人捣鬼和他作对，所以他要查清，顺便和陈思套一套话，问一下长安城的局面。陈思见到楚静怀如此礼贤下士，也不敢托大。王爷岂敢？陈公公，好酒好菜已经准备好了，本王许久未回这长安城，也是想念得很呢。陈思心思一动，立即明白楚静怀的意思。那好，那我就和王爷念叨一下长安城的趣事。楚静怀带着陈公公离开，王妃邓淑云急忙走到邓威跟前。三哥，景儿在京城过得怎么样？好不好？王妃不必挂心，世子在荣王府很好，他现在长胖了不少，人都活泼了。邓淑云听到儿子没事，松了一口气，随后又想起来一个关键的问题。
这京城何时多了个荣王府？况且世子没和小福宝在一起，那也应该在皇宫里吧？这怎么会在荣王府？王妃，唐侯爷被封了荣亲王，御赐了荣亲王府，封地在洛州。啊，亲王，竟然是亲王！他竟然毫无责罚，还封了亲王。此时宴客厅内，楚静怀也是吃惊地张大了嘴巴。什么？唐之陵竟然被封了亲王？是，圣上还御赐了荣亲王府，就在永兴坊。楚静怀端起酒杯一口闷了，他心中很闷，老六怎么那么幸运，他竟然可以留在京城。等等，留在京城，那岂不是没有封地？要是没有封地，那也就是个空头王爷，不当事的，还是比不上他们这些哥哥的。永兴坊不错，小六留京很好，不像我们这些哥哥还要管理封地。王爷，荣亲王的封地在洛州。什么？陈公公说的可是真的？咱家怎敢妄言？老大竟然……好你个老大，偏心，太偏心了！给我换去了一个鸟不拉屎的单州，老六倒是得了富饶的洛州。楚静怀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急忙开始找补。陈公公，吃菜。王爷请。京城，等沈飞收拾妥当来前院找小福宝的时候，他的谈话都已经结束了。娘亲，你起来的好晚呀！沈飞老脸一红，他和唐之陵小别胜新婚，之前一直赶路的，也好久没在一起了。现在回到自己家，那该有的生活还是要过的。沈飞开始转移话题。我听说你还去了书房，难不成是想启蒙了？不启蒙，我还小呢。小福宝不能在沈飞面前说他啥都会，只能是拖着。沈飞也不强求，在后世小福宝还不到上幼儿园的年纪呢。那就不启蒙，走吧，陪娘亲用早饭。小福宝看了一下天上的太阳，哦，都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。好。往后院走的时候，就看到了和小世子一起玩的杨少奇。小世子最近也发现了福宝弟弟经常消失，所以他找了新的玩伴。玩过之后发现杨少奇更好点，因为在他面前不会显得自己是傻瓜。杨少奇也发现了小世子和他更对盘，至少小世子说的话他都能懂。小福宝对于两个小孩能玩到一起也是松了一口气，他每日可是忙得很，没办法一直陪小孩玩。沈飞牵着小福宝，正好对上小世子和杨少奇两人手牵着手。沈飞心里警铃大作，不好，自家仔仔是不是被抛弃了？沈飞低头看了一眼小福宝，正见到他眼巴巴地看着小世子两人。糟糕，仔仔是不是伤心了？也是，曾经最黏着他的堂哥和邻居哥哥玩到一起，把他排除在外了，这是件多么伤心的事啊！仔仔放心，娘亲会替你把弟弟抢回来的。小福宝抬头，眨巴着大眼睛，无辜地看着沈飞。沈飞看到小福宝湿漉漉的眼睛，还以为自家儿子哭了。沈飞的决心更坚定了，他绝对不能让自家仔仔被排挤，他的仔仔必须是最幸福的仔仔。仔仔，放心，一切有娘呢。沈飞不知道，他完全是误会了。你们过来。六皇婶，王妃娘娘。两个小孩一起跑了过来。杏儿，你不是最喜欢和福宝弟弟玩吗？喜儿，我记得你从前不是和小福宝也玩得很高兴吗？糟糕，沈娘会不会怪他？福宝弟弟好忙的，我都找不到他。我们从前玩的不是很好，都是我让着他。福宝弟弟经常欺负我，我更喜欢小世子。沈飞看着三个小豆丁，貌似关系不太好处理呀。应该是孩子太少了，所以玩起来人不够分配。沈飞看了自家仔仔一眼，见他一脸无辜。娘亲，我没事儿。小福宝想说，他每天都很忙的，没有时间陪孩子玩的。沈飞却觉得自家仔仔就是强颜欢笑。好吧，你们跟我去吃饭吧，吃完饭再玩。好的，六皇婶。于是沈飞就带着一群小娃娃去吃了他的早午饭。午饭之后，沈飞就把二妮儿叫来了。于是午后的花园内，沈飞躺着躺椅晒太阳，两个小妞妞也在院子里午睡。远处是四个小豆丁在玩沙子。二妮儿的孩子铁蛋也来了，他虽然是年纪最小的，但是个头比小福宝和小世子都壮实。
他虽然长得大，但是年龄毕竟小，说话还不是很利索，更会捣乱。小福宝看到沈飞躺在摇椅上晒太阳，他却还要在这里陪着3个小屁孩玩沙子，心里就郁闷不已。他想告诉娘亲，他真的不想陪这些小屁孩。沈飞一摇一晃的，身后的思花和思琪在给他扇扇子，他也是悠哉的不得了。沈飞抿嘴笑着看着几个小孩吵架，没错，就是在吵架。小世子和杨少奇本来玩得好好的，有了铁蛋的捣乱，气氛立即不好了。小世子2人搭建的东西都被铁蛋给破坏了，然后他自己还不清楚，总是咧着嘴在笑。铁蛋，你太坏了！是啊，我们的房子都被你做坏了。小福宝无语地翻了个白眼，伸出小胖脚向后边挪了一下屁股，离3人远了一点。王妃，要不要我把铁蛋抱回来呀？不用，让他们玩，看看多和谐。二妮儿一脸懵逼，和谐？他怎么没看出来？沈飞嘴角轻笑，有了铁蛋的存在，小世子和杨少奇就会知道自家的崽崽有多乖。这边沈飞在看孩子玩闹，那边唐之灵来辞官却没有很顺利。今天一早，唐之灵穿着7品官的官服来上班了，然后同僚看到新鲜出炉的荣亲王也是不敢造次，纷纷给唐之灵行礼。唐之灵在工部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，他的顶头上司关青海没在，如今正是春种，所以关青海就替唐之灵外出查看植田去了。唐之灵直接来到了工部尚书贾尚书这里。尚书大人。贾尚书看到唐之灵来了，急忙起身。荣亲王。大人，我今日想问问，屯田司的职位是不是要换人了？贾尚书也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他在心里腹诽：谁知道你们兄弟俩是怎么想的呀？你当不当这个官，你倒是进宫和你哥哥说呀！你问我，我咋知道？想到这儿，贾尚书笑呵呵的：荣亲王不着急，过去你在工部的成绩，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。因为你的存在，咱们工部的植田也是大丰收。今年有更多的官员植田耕种了那高产的玉米。唐之灵点头，知道植田没有耽误，他也放心了。那就好。荣亲王，不如您和本官进宫，看看皇上是怎么安排的。也好，那咱们进宫一趟吧。唐之灵并不知道辞官的流程，其实他这种7品官的员外郎，贾尚书完全是能决定的。于是2人就一起进宫了。皇宫，皇上看着今年的殿试卷子，这是他登基之后第一次开恩课，所以也是非常重视。好啊，此人大才呀！不知是何人的卷子，让陛下如此欣赏啊！主持金科殿试的礼部提调官是礼部尚书左安怀，前10名的卷子他都是看过了的，其中2人极为突出，一个是林宇环，另一个是江南的卢胜安，就是不知道皇上会点哪个人当状元。林宇环是哪位人士啊？皇上见到名字的时候，感觉好似听过一样，到底是哪里听过呢？但是他很快就忽略了，没有在意。他现在是求贤若渴呀。皇上自从知道了小福宝前世的记忆存在，也是好似打了鸡血一样，他想干出一番成绩给小福宝看。小福宝有着双重的身份在，让曾经一直遗憾没有向先帝证明自己能力的皇上有了机会。皇上觉得自从他登基之后干的事情没有能拿得出手的，所以这次科举皇上也是格外的重视。这时候殿外的冯宝走了进来，禀报道：皇上，贾尚书和荣亲王到了。皇上想到唐之灵如今的身份，还真不敢像过去那样随意的对待，真的是轻不得重不得。请。是皇上。贾尚书和唐之灵站在殿外，本以为还要等一会儿呢，没想到冯宝很快就出来了。荣亲王，贾尚书，里面请。皇上今天心情很好，很有分享的欲望，在2人给他行完礼之后，就笑道：贾爱卿，你来的正好，你来看看这2人的文章。贾尚书走了几步，把2人的卷子接了过来，然后仔细地看了起来。唐之灵早就想到他来了一定不会先说他的事，果然贾老头忙了起来。贾尚书看着上面的观点也点头道：好，此子才学甚好。唐之灵撇了撇嘴，好能多好。他眼睛扫了一眼，然后就看到了卷子上的名字，林宇环，竟然是他。
唐志玲心里酸溜溜的。贾老头是有真才实学的，他要说好的人，看来是真的好。不知贾爱卿所说何人呢？启禀皇上，这卢胜安的文采斐然，林玉环的观点朴实，政策事实性更高，臣觉得此子更胜一筹。哈，看来林玉环还真有状元之才呀。林玉环观点切合百姓需求，此子好似真的经历那些苦难一般。唐志玲站在一边嘀咕着，可不是吗？在北地那么多年呢。皇上看到唐志玲站在下面，嘴唇在动，他仔细侧耳倾听，却什么也听不到。皇上的喜悦收了收，小六这次来应该也是有事。孔继久原本看好的状元人选是卢胜安或赵子谦，如今看来状元怕是林玉环了。礼部尚书听到皇上这么说，心中定了定，看来大局已定，明天就是放榜日了，应该不会有变化的。好了，孔继久和左尚书先下去吧。孔继久和左尚书行完礼之后就退出了大殿，现在大殿里就剩下3个人了。荣亲王，你对林玉环是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有。皇上心想，撒谎，朕都已经看到你嘴巴在动了，朕夸一次你就嘀咕一次，朕的眼睛看得真真的呢。皇上不觉得唐志玲和林玉环会有什么牵扯，继续耐着性子问道：你认识林玉环？认识。哦，你们是朋友？说起来朕还不清楚林玉环的底细。林玉环的底细唐志玲了解得可清楚了，她语气淡然道：林玉环是凌霄的孙子，是陈一年的外孙。唐志玲没有说别的，也不想把沈飞和林玉环过去的事拿出来说。唐志玲不知道他这话的威力有多大。贾尚书可是先帝的老臣，他自然清楚先帝因为什么把林霄给革职的。毕竟如果林霄不下去，那刘冠琼这个户部尚书是当不了的。爱卿，林霄这个人，朕记得这人曾是户部尚书吧？是，陛下。皇上这下不奇怪了，林玉环的祖父和外祖都是3品大员，自然能教导出既懂事又懂文采的人才。皇上咂咂嘴，还真是可惜了。不过考虑到林家，不知道当初父皇降罪的最真实原因是什么，他已经给林家平反，不知道小福宝会不会介意。皇上心里有了打算，不再继续这个话题。贾爱卿，你此来可是有事要禀奏啊？皇上，荣亲王想要辞去工部屯田司员外郎的职位。哦，那荣亲王，你想去哪个部门呢？皇上想到，就算是做给小福宝看，也要满足唐志玲的愿望。唐志玲摇了摇头，她没想到辞去员外郎的职位还能有别的职位，但她不了解啊。唐志玲迷茫地看着皇上，皇上想了想，还是亲自问小福宝吧。荣亲王，先不急，等朕想好之后再给你个答案。贾尚书古怪地看了一眼皇上，不知道就这么个小事竟然还没有决断。最后唐志玲和贾尚书心中都满是疑问地离开了。冯宝，去调查林玉环和林家的所有事，朕要了解林家的详细情况。是，陛下。这林霄被罢官可是12年前的事了。12年前，12年前可是发生了很多事，不仅户部尚书林霄被罢官，还有昌安侯府全族流放北地。皇上想到12年前自己的遭遇，突然打了一个寒战。冯宝，冯宝。王九走进大殿。陛下，有何吩咐？皇上终于想起冯宝被他派走了。王九，去荣亲王府，请小福宝进宫，快！此时小福宝正在家里无聊呢，就见到徐慧带着令册走了过来。小福宝的眼睛一亮，他立即站起身，把身上的沙子扫掉，然后噔噔地跑了过去。令册都安排好了吗？是，精锐都选出来了。那就好，找个时间咱们一起进宫。莫非那个大块头又来了？沈飞迷迷糊糊的都要睡着了，他睁开眼睛看到令册这个肌肉男，见他蹲着身子和小福宝说话也是很奇怪，这肌肉男似乎对自家的崽崽太恭敬了些。小福宝转身就对上了沈飞探究的眼神，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，
不要多嘴，小心一些。吝啬有点无奈，你这么矮，我看你的眼色早就暴露了，好不好？娘亲，你有什么事吗？这位先生，你好像没有好好介绍呢。娘亲，这是吝啬，以后啊，就是咱们王府的护卫统领了。沈飞终于想起来了，他们家还有个新王府呢。嗨，差点忘了咱们的新家还没看过呢，也忘了看看是否需要修缮。听说那个宅子很大，王府是需要个统领啥的。启禀王妃，奴才已经派人去修缮了，等修缮好了，您和王爷选个好日子，就可以搬进去了。沈飞满意的看了一眼徐慧，心想这人不仅是个花瓶啊。不错不错，想得周到。沈飞完全不知道小福宝私底下安排了多少事，找了多少人。小福宝也没有提醒沈飞，他不希望他娘亲为这些琐碎的事操心，只要他每日开心就好。娘，我还有事和吝啬说，就先失陪啦。沈飞木木的点点头。沈飞看着小福宝的小身影，突然有些感慨。他觉得他几个月不见仔仔，再次相见，仔仔好像已经不依赖他了。他的仔仔成长了不少。小福宝没有自己找机会进皇宫，而是皇上的人先来府中把小福宝接走了。沈飞目送小福宝上了马车，也是在犯嘀咕，皇上似乎太喜欢他的仔仔了。沈飞站在大门口，正巧唐之灵骑马回来了。沈飞，你是特意在门口等我的吗？不是，小福宝被皇上请进宫了，我刚才是送他的。皇上还真是喜欢仔仔哈。唐之灵觉得皇上好似是没断奶的孩子一样，太依赖自家仔仔了，可是又觉得这么说不对，于是舌头一转就变了。但是沈飞还是捕捉到了，因为他也有同样的感觉。夫妻俩对视一眼，谁都没有说出口。现在在大门口人多眼杂的，沈飞给了唐之灵一个眼神。唐之灵立即会意，吴阳，把小红牵进去吧，喂一些好料。小红马似乎是听懂了唐之灵的话，开心地打了一个响鼻。真乖。小红马就是沈飞为了要的马，现在非常懂人性，好似是能听懂人话一样，很聪明。唐之灵牵着沈飞的手，快步向后院走去。王府内的下人都知道王爷和王妃的感情很好，所以也都不敢往上凑。特别是府中的丫鬟都已经被徐慧敲打过了，谁都不许打王爷的主意。徐慧已经得到了小福宝的命令，任何女人往唐之灵身边凑，全都给打杀了。唐之灵，我觉得皇上和仔仔一定有什么秘密。哦，你也这么觉得？你也发现了？是啊，我最近发现仔仔更喜欢皇上。也不一定，仔仔最喜欢的是我，他和皇上亲，应该是有咱们俩都不知道的秘密。那你知道的秘密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想不出来。沈飞和唐之灵两人互相看了一会儿，沈飞觉得无聊，又想起了江竹月的事，然后又八卦兮兮的道：唐之灵，江竹月好像有意中人了。唐之灵兴意阑珊地问：哦，此人是谁？对方的条件怎么样？那人你绝对想不到是谁。我认识。算是吧，咱们俩都认识。该不会是宋燕吧？宋家和靖王府不太般配啊。不是宋燕，那人姓林。该不会是林玉环吧？没错，就是林玉环。唐之灵沉着一张脸，这林玉环最近蹦跶的挺欢实啊，真是哪哪都有她。沈飞，我怎么总感觉怪怪的？怎么说？你看啊，两个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人，怎么突然就有了交集？还有江竹月那小丫头我了解，眼光也不是一般的高，王府出来的姑娘不会无缘无故的就看上这么个穷书生吧？在唐之灵看来，林玉环就是痴心妄想。江竹月可是王爷的女儿，还是手握重兵的王爷，那权力比皇上的几个兄弟都大。林家如今就算平反，摆脱了流犯的身份，那也就是庶民，林家怎么敢攀上北境王府？的确，这里面或许有猫腻。唐之灵想到皇上今天对林玉环的夸赞，觉得金科状元差不多就是他了。虽然他不想林玉环当状元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总之你提醒一下竹月那丫头吧，
要不然我派人查一下是怎么回事吧，知道两人是怎么认识的，才好对症下药。这样好，咱们先查查。明天就是放榜日了，还会有状元游街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啊，也好，不过我要先去监牢看看唐之义，看看他恢复的怎么样了。唐之义受重伤，因为吃了沈飞的药丸，恢复的好了一些。唐国公的案子最终还没有审理出来，唐家人如今都还关在监牢里。唐之义回到京中也是重点犯人。唐家的案子怎么还没有完结啊？感觉都好久了。唐国公隐藏了20多年，和他有牵扯的人也不少。现在大理寺也在紧急审理，一时半会儿啊，还不能有个了断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那你要是没时间，我自己去看。沈飞对古代状元骑马游街可是很感兴趣的。我早就让江二订好包间了，还买了花，只要状元骑马过来，我一定能看到。唐之灵的脸都黑了，想到状元有可能是林宇环，唐之灵就打翻了醋坛子。哟，还想给状元送花呢？沈飞还没意识到危险性，在他感觉唐之灵不是个小气的人，他从前也没少开玩笑，唐之灵也没在意。送呀，当然要送，那个是状元呐。沈飞哪知道唐之灵今日的见闻，更不知道唐之灵打翻了醋坛子，于是就在作死的道路上一路狂奔。唉，不知道探花好不好看，都说探花都是最风流潇洒的，明天我要好好的看看。唐之灵觉得沈飞说的话没一句是他爱听的，于是低头堵住了沈飞的嘴巴。沈飞终于是安静了。片刻之后，唐之灵放开沈飞，让他呼吸新鲜空气。你还真是的。唐之灵看到沈飞羞红的脸，满意了。还送不送花了？哼，还送。说完，沈飞就跑开了。唐之灵快走几步，一把拉住沈飞，直接是拦腰抱起。沈飞也不挣扎，直接是搂住唐之灵的脖子，笑眯眯地看着他。唐之灵眸子深了，快步地抱着沈飞走到了内室。京城一处矮小的宅院内，老师，宇环这次的状元已是十拿九稳了。安怀，事情没有定论之前，说什么都太早了。是，学生急躁了。林霄曾经也当过主考官，左安怀正是他的学生。如今你已是礼部尚书，不必如此多礼啊。林霄满意地看着眼前的学生，他曾经的门生也不少，可是他出事之后，那些学生都恨不得离他远远的。这么多年，也就只有这个学生为他奔走。要不是有他在，他们林家也不会在新皇登基大赦天下的名单中。他们林家能从北地回到长安，这个学生可是出了不少力。老师，学生岂敢造次？师伯，皇上真的夸我了，说我有状元之才。是，我亲耳听到的。不仅皇上认可你的文章，就是贾尚书和孔祭酒也很满意。林宇环非常开心，直接是露出了大大的笑容。环儿啊，切记不可骄傲，光耀林家的门楣就全靠你了。祖父，我知道的。林宇环想到自己的计划，或许等他高中之后就可以实现了。娶了身份高的女子，他们林家重返辉煌，或许就指日可待了吧。林宇环承认自己变了，从前他是会唾弃自己的，可是无意中听到母亲和外祖母的谈话，他就觉得变通一点儿也不错。毕竟娶谁都是娶，他为什么不能娶门第高一些的女子呢？那样他就有了岳家的帮助，在仕途上也会大有裨益。林宇环想到孙梦夏那样的身份都能改了名字，转身就成了国公府的儿媳妇，后来更是好命的成了荣王妃。林宇环觉得他没什么不可以的了。现在京城只知道唐之灵的身份，知道他被封了王爷，但是众人并不清楚沈妃是北静王的女儿，这事只有北静王府和皇上知道。北静王刚确认沈妃的身份，他就丢了，然后北静王又仓促地赶往安西都护府镇守。北静王府也没有办宴会主动认沈妃，所以京城的官员们并不清楚沈妃的真实身份，自然林宇环也不清楚。他要是知道，绝对会换个人选，不会选江竹院。沈妃还不知道，他无形之中成了别人的榜样，至于好坏，见仁见智。
小福宝带着令策和新鲜出炉的黑甲军首领进宫了。走到了大殿门口，小福宝看了看令策，又看了一眼林凡。两人的差距有点大，这一比较，谁都知道令策要更厉害一些。令策，你在外面守着就好，我和林凡进去就成。是，世子。于是小福宝就带着穿着一身黑衣的林凡走进了勤政殿。皇上已经等候多时了，在等候小福宝的期间，他也是想了很多从前的事，林家的事，还有林宇环的身世，他都已经清楚了，包括林宇环和沈飞之间的纠葛，他也是一清二楚。他现在也能明白唐志玲下午脸臭的原因了。不过皇上已经没心思想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了，他想的都是当年林霄被罢官的原因，他急切的需要小福宝给他解惑。大殿的门被推开，一大一小两人走了进来。皇上看到林凡的时候还惊了一下，一身黑啊！他过去在父皇的殿内好像看到过，可是自从他登基了，这些人就消失了。他还派人查过，可是一无所获。皇上快速起身，从龙椅上走下来。小福宝，你终于来了。小福宝看皇上这么不沉稳，有些生气。怎么，火烧屁股啦？林凡很诧异，他没想到皇上竟然没有发火，而是亲昵地把小福宝抱了起来。林凡这时候想起来，令策曾经说过，荣世子那是比皇上还厉害的角色。他开始还不信，现在信了5成。毕竟皇上都宠着的小孩，权力也就大了。这是何人呢？如此的孔武有力。林凡听见皇上夸他，不自觉地挺起胸膛。小福宝也不藏着掖着，尽快把人脱手才行。他示意皇上把他放在龙椅上，皇上也没有反对，直接让他站在上面。小福宝从自己的小荷包中拿出了黑甲军的兵符。那是林凡，黑甲军的首领，这是黑甲军的兵符，你收好。黑甲军？为何朕从前没有听说过？一会儿再给你解释。小福宝指着皇上对林凡说道：以后你们的主子就是皇上了，你们养兵的费用全是皇上负责。是。林凡已经见到了兵符，自然不敢不听，而且他们本来的存在就是皇上才能掌管的军队，就是不明白他们的前首领会听这么一个小孩的话。当然你们之后也都是听皇上的命令。微臣黑甲军首领林凡参见陛下。皇上感觉很微妙，本来应该是好事，但他总觉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。小福宝看出皇上的疑虑，然后吩咐道：林凡，你先下去吧。小福宝没了兵符，林凡也是不听他的了，他依然是站着不动，看着皇上，等着他的吩咐。皇上明白过来，他立即就感觉到了兵符的好处。林凡，你先下去等候，朕稍后再召见你。是，陛下。黑甲军有多少人？他们都听朕的吩咐吗？为什么朕登基的时候这些人不出现？黑甲军按理说是历代皇上的，但是你手里要有兵符，如果兵符被其他人得到，他们也会听那人的。那岂不是会威胁朝廷？小福宝白了一眼皇上。想什么呢？他们数量也就上千人，不到万人。这些人啊，是你手中处置别人的刀，又是防止别人迫害你的盾，你要利用好啦。那你当时为什么不直接传给朕？别乱猜，我是没来得及交代，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。真的？真的。好，我会好好的用他们的。黑甲军除了兵符，还有一块令牌，如今在林凡的身上。你要是对他不满意，就把令牌收上来，换上自己信赖的人。朕知道了。黑甲军现在除了有一队人马在追杀拓跋雁兰，剩下的都在长安了。那娘们儿现在跑到草原去了，也是滑溜得很。我估计啊，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。皇上听到小福宝称呼拓跋雁兰那娘们儿，就好笑得很，特别是他脆生生的声音。说吧，今天找我来是因为什么事？林霄这人当年为什么会被罢官？哦，好好的，你怎么想起问他了？林霄的孙子参加了殿试，他的文采很好，策论写得也很好，朕想娶她当状元。哦，就这点小事还来问我？
那人的身份有些特殊。哦，难道他是你的私生子？不是，他叫林宇环，是荣王妃的前未婚夫。小福宝没想到会这么巧，看来林家的运气还真不好。不过小福宝确实不喜欢林宇环和娘亲被一起提及，就算这话是皇上提出来也不行。皇上一直在观察小福宝的表情，想看出更多的情绪。现在已经不是林宇环当不当状元的事，而是林尚书被罢官流放的真实原因。这关于林氏家族还能不能崛起。可是让皇上失望了，他只看到了小福宝肉乎乎的小脸，只觉得他胖了，其他什么也没看出来。小福宝看着皇上就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哼，小样，你一撅屁股就知道你拉什么屎，还想看透我，没门。皇上见小福宝不说话，只能问出自己的问题。这林家是否可用？这林霄毕竟曾是户部尚书，有他为林宇环铺路，恐怕林家很快就可以起复。还有，朕总觉得林霄当年的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小福宝不开口，只是想看皇上如何决策。哦，继续说说你的想法。林宇环最终的结果他已经想好了，只是现在还不打算告诉皇上，他想看看皇上自己会分析出什么来。朕感觉当年的贪污案，林霄也是受人牵累，识人不清，按理说全族流放有些过重了。不仅如此，林霄他过界了。过界？你不知道吧？林霄暗中支持的人是老三。皇上的神情一凛，双眼也锐利起来。果然，当年的事情和他有关。哼，朕想要谁当太子，还轮不到那些朝臣指手画脚。朕更不允许那些人在朕的几个儿子当中随意的挑拨。这是我们楚家的江山，那些朝臣不过是朕手中的棋子，是棋子啊，就该安分一点，不能反过来左右朕的决定。小福宝的话说得掷地有声，虽然嗓音稚嫩，但是威严不减。小福宝没注意到他对自己的称呼都是朕。老三那几个要不是有这些朝臣在从中挑拨，又怎么会野心见长？您当年真的没有考虑过老三吗？毕竟朝臣都说老三最像您了。老三只有朕的狠辣，但是他脑袋不行，太蠢了。皇上没想到益州王在先皇老爹的眼中竟然是这个印象，那他曾经把益州王看成最大的对手，是不是有点傻了？老三没有容人之量，人又蠢，这人要是蠢点，心地不坏，也就只是自己吃亏，无伤大雅。可是又蠢又坏，把大禹朝交给他也就完了。可是您那时候对三弟很好的呀。唉，那是做给你看的，老三不过是你的磨刀石罢了。皇上心中鼓鼓胀胀的，心底里曾经阴暗潮湿充满腐朽的地方射入了一道光，暖暖的，渐渐地冲散了那团埋藏心底的郁气。曾几何时，掩藏那份不甘不理解的情绪，今日也跟着一起消散了。朝臣都夸三弟聪明，他比我出彩。他那叫什么聪明？不过是小聪明罢了，偏偏他还看不出来，在那边沾沾自喜，愚不可及。皇上缩了缩脖子，他貌似做的也不是很好，至少他没觉得老三愚蠢，那是不是在父皇眼中他也很蠢？皇上一时有些接受不了，犹豫着没有问出口。小福宝看到皇上这样，就知道这货脑子在想什么呢。唉，慢慢教吧。好在自己现在比他年轻30岁，有他看着，他们楚家的江山就易不了主。你这人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。今天我就再教你一点，你是帝王，整个大禹朝都是你的，就算你决定错了，谁又能拿你怎么样？做事干脆，错了又如何？皇上好似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哈，还可以这样？那御史弹劾怎么办？他们甚至会让朕下罪己诏啊！帝王就是要铁血手腕，君与臣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君弱臣就强，你要是软弱，你信不信那些朝臣恨不得在你头上拉屎？而你要是强，他们就是屁都不敢放一个，
你的政令也会很快发布下去。皇上想到先皇在位的时候，那些老臣确实不敢像现在这样唧唧歪歪。先皇在皇宫里修仙，朝臣也不敢造次，无论是洛阳行宫还是皇陵，都修建得很华丽。可是到了他继位，想修一下大明宫都不行，户部更是抠抠搜搜的不出钱，朝臣更是整日劝导他不要铺张浪费，甚至他睡了哪个女人的次数多了，还有御史参言。皇上被每日那些鸡毛蒜皮的事烦扰，也是恼怒得很。他父皇那时候就没有人敢造次。小福宝和皇上说了一些君王之道，皇上也是耐心地听着小福宝传授经验，特别是他已经当了2年皇帝，小福宝说的时候，皇上真是一点就通。小福宝很满意，说的有点久了，他揉了一下小肚子。去拿一些吃的东西过来，还有我渴了，林雨环就别用了，林家不能欺负。好，那就让林雨环落榜。皇上也是这个意思。皇上想到林霄支持益州王，就非常后悔赦免了林家，应该让他们继续在北地为王。你让他落榜，以后他还会考，给他个3甲同进士，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皇上内心惊叹不已，毒啊，真毒！3甲同进士常常被人称为如夫人，好些有学识的人宁愿中不了，3年后再战，也不愿意考个同进士。官场中也是存在鄙视链的，官场上讲究非进士不入翰林，非翰林不入内阁，而3甲同进士一辈子的高度也就在那儿了。好，那就给他3甲最后1名。不用，让他当3甲第1名。皇上佩服地看了一眼小福宝，觉得他要学的还很多。3甲第1确实是侮辱人。明日就是放榜日，你是怎么选的？皇上直接把前10名的卷子拿了过来。说说你的排序。皇上也没有迟疑，而是把几人的优缺点说了。小福宝大致扫了一下试卷，有些人还是他认识的人，从前看过他的卷子。状元就选赵子谦吧。赵子谦是赵柏的儿子，他已经考过几次，我那时候觉得他太过冒进，就没有选他。如今棱角也该磨得差不多了。探花就选卢胜安吧，总得选个年轻俊秀的人撑撑场面。卢胜安的样貌确实不俗，还是江南学子。至于榜眼，你看着办的。也行，好歹给他留了一人也不错。皇上叫来冯公公，把卷子按照刚才的顺序放好，他则是继续照顾小福宝吃东西。小福宝是真的饿了，吃了不少。他想起曾经常给他做饭的厨子，手艺还是不错的。可以要过来，以后到了荣王府给他和娘亲做饭吃。荣王府得用的人太少了，你把过去伺候我的御厨送到荣王府。皇上和先帝的口味不一样，所以那俩御厨都让他换下去了。行，没问题。好啦，我该回家啦。荣王府还没修缮好吗？你们什么时候搬家呀？我得回去问问娘亲，看她的决定。皇上一时没办法接受，刚刚还自称是他老子的人，现在一口一个我娘亲娘亲的，这让他有一种荣王妃是他祖母的感觉。皇上急忙把那荒谬的想法甩出脑外。好，朕就派人送你回去。这时候殿外传来禀报声。皇上，太后娘娘请您过去一趟。要不要和朕一起过去看看？不用不用，我要立即回家。皇上看到小福宝和令策离开的时候问道：林凡，那人是何人呢？他怎么看着比林凡更有气势？启禀皇上，那是我们的前首领令策。前首领？是，今天是臣当黑甲军首领的第1天。算了，有总比没有好啊，至少小福宝把人给他了，也是心里想着他的。对了，那些人手都安排在哪里呀？还有多少人？皇上本来就是随便问问的，可是林凡早就忍不住了。皇上，微臣正想向您禀报，黑甲军如今只剩下3000多人了，而且军队还急需粮饷和装备。皇上终于是想明白了。小福宝到家的时候，就看到了门口等着的唐之灵。唐之灵快走几步，上前把小福宝从马车上抱下来，嘴里还不断的念叨：你说说你一个小娃娃，总往皇宫里跑什么跑？小福宝吃的有点多，也没管唐之灵的抱怨，而是揉了一下小肚子。唐
唐之灵听到小福宝打嗝，又看到他的动作，都被气笑了。哎，府中也没少你吃的吧？竟然还跑到皇宫里面蹭饭去，真的是。小福宝不想听唐之灵继续唠叨。我肚子难受，你快抱我回去，给我揉揉肚子。唐之灵无奈，咱俩到底谁是老子？唐之灵虽然嘴上强硬，但是动作一点也没含糊，毕竟这是自己的崽崽，从小养到这么大可不容易。唐之灵想到小孩子夭折的概率，脚上的步伐更快了，同时吩咐道：牡丹，快去请大夫进府。于是他就躺在床上，摊开手脚，任由唐之灵的大手给他揉小肚腩。老大夫来到府上，本来还以为这次也是乌龙一场，没想到这次府上的小公子真有病了，只不过是吃的太多了。老大夫把小福宝的小手放了回去，对着唐之灵叮嘱道：小公子是吃多了，积食了。小福宝突然觉得有点丢人，怎么办？他默默地收回了手，翻了一个身，把屁股对着唐之灵和老大夫。大夫，这要怎么治啊？积食不严重吧？没事，我给开点药，给小公子吃了就没事了。不过呀，你们以后也要注意，这小孩子的脾胃较弱，切记不可吃太多寒凉的瓜果呀。大夫，我知道了。还有其他什么要注意的吗？也不要吃大肉，肉吃多了也是不好消化，小孩子更要注意。况且小孩子肉吃多了也不好，只会越来越胖，耽误长高个儿。唐之灵转头看小福宝，就看到了圆乎乎的小屁股。肉确实不少，看来以后得让崽崽少吃一点。小福宝虽然侧过身，但是耳朵也还是竖起来的，在听老大夫的话。谁料到竟听到老大夫在变相说他胖，想到这两人应该在看着他，他伸出小胖手拉了一下被子，把屁股给盖上了。唐之灵拿着老大夫开的药方，又付了诊金，把老大夫送了出去。吴丹送老大夫回去，又在药店里抓了中药回来。小福宝喝了药之后，肚子总算舒服一些。唐之灵照顾小福宝，这一顿折腾也累了，就直接躺在床上搂着小福宝睡了一夜。翌日清晨，小福宝最先醒来的，睁开眼睛就对上了唐之灵的大脸，哎呀，可把他吓了一跳。小福宝看唐之灵睡得那么沉，也没有打扰他。他看着唐之灵的脸，想起唐国公说的话，一口一口地喂他吃毒药，他的心就一痛。小福宝的心就在一起，不行，现在只有假的唐国公死了，唐夫人还活着呢。那女人也不是什么好人，竟敢下药，不能让她活着了。小福宝想着怎么处死唐夫人，小手下意识地摸着唐之灵的脸。唐之灵还以为是沈妃在逗他，他直接握住那只作乱的小手，才发现这手竟然又小又软，软绵绵的小胖手，不是妻子的。睁开眼就对上了小福宝的视线。仔仔，好些了吗？肚子还疼不疼啊？好啦。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都不知道，仔仔，爹多不希望你生病啊。小福宝心里触动，这小子也是个好爹。唐之灵见小福宝没有排斥自己的亲近，开怀不已。曾经唐之灵感觉自家崽崽是讨厌自己的，更别说和他亲近了。可是现在他能感觉到崽崽的变化，似乎是接纳他了。唐之灵高兴地在小福宝的脸上亲了一口。来，穿衣服吧，咱们呀去找你娘去。小福宝摸着被亲的小脸，这感觉不坏。好。小福宝任由唐之灵给他穿衣服，然后和他一起去找沈妃了。沈妃昨天晚上睡得早，所以今天没有睡到日上三竿。她此时已经打扮好了，今天是要去看放榜的，还有状元游街。哟，今天起的倒是挺早啊。唐之灵领着2个小孩一起进来。小世子在荣王府住了些日子，早就熟悉了，特别是2个小妹妹，每日都会来看他们。小叶子，小叶子，哥哥来看你了。小叶子果然很捧场，立即啊啊地回应小世子。花花看了小世子一眼，就扭过头继续吐泡泡。哼，我以后不会睡懒觉了。是吗？那我就看看你能不能做到喽。小福宝不管父母的打趣，他也走到2个妹妹的摇篮前，直接来到花花这里。虽然花花不爱说话，也不爱笑，但是小福宝还是更喜欢这个妹妹，至少她不聒噪。
小叶子的小手攥着小柿子还不满意，眼珠一转，看到小福宝又伸出了另一只手，想要和小福宝握手。小福宝不为所动。福宝弟弟，小叶子想牵着你。小福宝看着锲而不舍的小叶子，无奈地把小手递了过去，给他握着。小叶子立即咯咯地笑了出来。花花看了小叶子一眼，好像是在嫌弃这个姐姐，每天就知道傻笑。走吧，咱们去饭厅吃饭。小福宝、锦儿，我今天带你们看状元游街，顺便在酒楼吃饭。沈飞还不知道小福宝昨日积食，今天要吃的清淡一些。唐之灵想开口，却被小福宝拉住了。小福宝摇了摇头，示意他不要说。唐之灵看到仔仔恳求的眼神，点了一下头。好啊好啊，去看状元。小姐，状元一定长得很俊吧？我听说状元都是与人娶妻上房的。应该是吧。我才是青年才俊，我准备了好些的花，要是状元好看，咱们就多扔点。好啊好啊。小福宝嘴角扬起一抹弧度。娘亲，让你失望了，状元是个中年丑大叔。长安城礼部南院的东墙之下。中了，我中了！3甲25名，我中了！啊，怎么没有我呢？这不对呀！学子们的悲喜并不相同。这时候，几人围着林雨环走了过来。哎呀，林兄，凭借你的才学，状元一定是你的囊中之物啊！岂敢！刘兄，一切还没定论，怎好妄言？书院的夫子都夸赞林兄的才学，林兄就不要谦虚了。更何况，林兄自从参加科举之后，每次都是一次就通过，想必这次也是一样。刘凯这次是遭到了林雨环的养助。林雨环是骄傲的，同样也拿自己每次都幸运的通过考试隐隐自得。这时候，孙展鹏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。雨环，你看榜单了吗？林雨环看到孙展鹏是从榜单处挤出来的，就问道：你成绩怎么样？考上了吗？孙展鹏之前吊车尾考上了贡士，林雨环觉得这次他有点悬，恐怕最好的成绩也就是3甲的同进士了。林雨环怕孙展鹏伤心，而且见他不说话，还以为他没考上，就安慰道：没关系，展鹏，你还年轻，还有机会。是呀，孙兄，3年后再考也是一样的。我大哥考中了进士，2甲第150名。哎呦，孙兄，恭喜啊！林雨环虽然微微诧异，也急忙恭喜。展鹏，真是太好了，你进了2甲，我真担心你进了3甲呢。孙展鹏古怪地看了一眼林雨环，他看到了自己的名次，自然也看到了林雨环的名次，3甲第1名，就和自己的名字挨着。两人虽然差了1个名次，但差距可是很大的，至少他这辈子不用顶着如夫人的头衔了。孙展鹏知道林雨环的才学一直在他之上，可是这次怎么得了这么个名次？雨环，你这次发挥的怎么样？林雨环隐藏自得，低调地回道：尚可，我已尽力。孙展鹏知道这句尚可是什么意思，那就是答得很好。那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呢？哎呀，林兄，咱们先帮你看看是不是状元，然后再一起找找我的名字。林大哥不是状元，我看到他的名字在我哥哥后面。林雨环不敢相信，在孙展鹏后面，那可就是3甲了，他怎么会是3甲同进士？展翔，这可不能开玩笑。我没有看错，确实是林大哥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等到他挤到了最前排，看到状元是赵子谦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傻掉了。他现在心里只有一个声音，他不是状元了。雨环，你没事吧？刘凯见到状元的时候还惊讶了一下，他没想到会是那人夺了头筹。毕竟京城赌坊人们押的都是林雨环或是卢胜安，谁会知道会爆冷出现个赵子谦？这人可是一点名声都没有，到底是从哪个犄角旮旯出来的？真你妈邪门的！刘凯可是押了100两银子在林雨环身上，这次是全亏了。然而让刘凯气愤的是，他不仅是银子没了，他竟然连3甲都没进。他又仔仔细细地找了一遍，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。总而言之，他落榜了，就是个同进士都没捞到。刘凯欲哭无泪，他真的觉得就是同进士也好啊，他不挑，真的。老师，学生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差错。林霄也是心中愤怒，但不是对学生，而是对皇家。
他那么好的孙子竟然得了一个三甲铜进士，真是欺人太甚。